人到中年，陈野被公司裁员，扫地出门。陈野35岁了还没混出个人样，裁员裁你不是理所当然吗？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我不只欺你少年穷，还要欺你中年穷，以后还得欺你老年穷。陈野抱着箱子默默走出了公司。当陈野正沉浸在极度的愤怒与羞辱中时，脑海中突然响起一声提示音：恭喜宿主已绑定钓鱼热力图系统，钓到任何物品都有奖励哦。陈野定睛一看，在江陵市清水河河湾处，一个红得发紫的光点正缓缓移动。钓鱼热力图系统，这些红点代表什么？红色光点颜色越深，代表它的价值越高，体型越大。现发布新手任务，成功起干并处理渔获，奖励开启积分商城。太好了，那我岂不是要转运了？就在这时候，陈野的手机响了。来电显示包租婆，陈野，房租该交了，明晚前再不交，我就带人去把房子腾出来。包租婆宽限几天行不行？我刚离职，手头有点紧。少废话，要么交钱，要么滚蛋。电话挂断，陈野又看了看眼前的系统面板。系统，房租就靠你了。陈野抱着简陋的旧鱼竿来到城郊清水河，成功收获了一阵嘲笑。就你这破竿，能钓上来我倒立拉稀。陈野没有说话，按照系统提示位子开耳，眼睛死死盯着浮漂，生怕错过动静。半小时后，浮漂瞬间黑漂来了。旁边几个钓鱼佬见状，纷纷跑过来。我去，大佬，我来帮你。兄弟可以啊，等会儿可得传授技巧。众人合力，终于把一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拖上岸，一股腥臭味弥漫开来。陈野迫不及待地打开来看，只见袋子里露出几根涂着红色指甲油的脚趾。死人了！陈野报完警，疲惫地回到出租屋，瘫坐在破沙发上。钓个鱼还能钓出人命案，差点把自己搭进去。就在这时，系统再次出现。恭喜宿主，新手任务已完成，系统商城已开放，奖励500钓鱼积分。让我看看能换什么。陈野目光停留在商城现金兑换的选项上，1积分能换100块钱，这太给力了，全换了。陈野手机震动，通知弹出某宝到账5万元。5万，这系统真的能换钱？陈野正为换到钱开心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，房东来了。陈野，开门，我知道你在家。陈野打开门，房东带着2个壮汉堵在门口。陈野，我可告诉你，今天这房租你交也得交，不交也得交，不然我就叫人把你东西全扔出去。房租2400，我给你转了4800，下半年的都交了。你哪来的钱？你不是失业了吗？该不会是去偷去抢了吧？这就不劳你操心了。这时屋内电视传来播报，房东等人全都竖着耳朵听着。对在612特大杀人案中提供关键线索的热心市民陈野同志进行表彰，市局决定授予其好市民称号，并颁发悬赏金人民币5万元。哎呀，陈先生，原来您是大英雄啊！我就说嘛，你一看就是气度不凡。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。陈野面无表情，请走变脸侠包租婆。陈野直奔渔具店，买下了他心心念念的达瓦波纹龙限量版手办。这才是钓鱼佬该有的装备，我一定要钓上一条真正的活的能喘气的鱼。系统地图上展开，鬼窟潭那里有个巨大的深红发黑光点。卧槽，这颜色，鬼窟潭等着我。陈野扛着崭新鱼竿来到了西南山区的鬼窟潭，潭水呈墨绿色，显得格外阴森。这地方看着确实有点瘆人，难怪叫鬼窟潭。为了给自己壮胆，陈野支起手机支架，开启了直播。欢迎各位老铁来到陈大师的直播间。今天咱们挑战的是江陵市最神秘的水域鬼窟潭，据说这里水深不见底，还有水猴子出没。我陈大师今天就要看看这潭底到底藏着什么秘密。直播间弹幕瞬间刷屏，充满了嘲讽和质疑。主播头铁啊，这地方都敢去？还大师呢？鬼窟潭根本没鱼，全是水鬼。放心吧，各位老铁，今天非要钓个大货上来给你们看看。陈野不再理会弹幕，坐下来打好窝。鱼竿下水后不久，浮漂突然猛地一沉，巨大的拉力差点将陈野拽进水。来了，这力道比上次钓那编织袋还大。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这一幕，也都震惊了。我的天，真中鱼了！这力道也太夸张了吧！主播稳住，我看这根本不是鱼，是水猴子在拉你。陈野奋力一拉，一个挂载着一个黑色箱子的无人机被拉出了水面。这是什么东西？麻了！主播，你钓上来一架无人机，这玩意儿看着就不像普通的无人机。陈野愣住了，连忙给昨天已经脸熟了的执法队队长张国栋打去电话。技术人员很快赶到现场。张队，这是工业机架改装的。小李打开无人机的黑色塑料箱，一道刺眼的金光从里面射了出来，闪瞎众人眼睛。发财了，该不会是……众人被箱子里的金光晃得睁不开眼。小李拿起一块晶片，张队，是芯片，而且是市面上严格管控的高端芯片。我们最近确实接到线报，有一伙走私团人员用无人机在山区进行跨境走私。陈野金的下巴不断张大，张国栋帮他合上下巴。陈野，你小子真是个福星，又帮我们破了一个大案。张队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身为一个好市民，协助破案是我的荣幸。陈野在鬼窟潭吊起无人机的视频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开来，
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。他的账号粉丝量疯狂暴涨。这哪是钓鱼了？这分明是潜伏在民间的刑部尚书，专钓各种违法犯罪。刑部尚书，我明明是拥有麒麟臂的海王转世。就在这时候，系统再次出现了。恭喜宿主触发主线任务，清除水域有害干扰源。任务奖励系统点数500点。任务地点老王钓场。为协助任务完成，现激活宿主技能鱼类亲和技能。老王钓场，那可是江陵市最大的黑坑。不一会，陈野全副武装来到老王钓场，渔场老板王大发迎了上来。哟，这不是咱们江陵市的大名人刑部尚书陈大师吗？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王老板说笑了，我就是来钓个鱼，放松放松。行吧，但我这里的价格你知道的，4个小时500块。真特么黑，不过我有好鱼竿，还有鱼类亲和技能，肯定嘎嘎上鱼。500就500，今天我就让你看看，我陈野不仅能钓案子，更能钓鱼。陈野交了钱，坐下钓鱼。1小时过去，浮漂不动，周围钓友开始嘲笑。哟，陈大师，怎么回事啊？今天这鱼怎么不给你面子啊？刑部尚书也不行啊，你要是今天能钓满50斤，我当场把鱼护吃了。可恶，今天非要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。陈野集中意念发动意子，瞬间水面上密密麻麻鱼头探出，蹭向鱼竿和浮漂。来了，我的万鱼朝宗技能生效了。然而鱼群却围着陈野的鱼钩打转，不肯咬钩。陈野提竿，仅钓上几片鱼鳞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技能不是说会降低警惕性吗？怎么都只蹭不咬啊？陈大师，你这是在散发魅力吗？鱼是来了，就是不吃你的饵。陈野盯着水面，豁的一下站起。不对，陈野看着眼前万鱼朝宗却无鱼咬钩的诡异景象，心中猛地一震。不对，这些鱼太反常了，像是在躲避什么东西。系统，你在吗？系统展开，一个红色光点引起了他的注意。警告，检测到高危干扰源，类型非法电子设备。果然是这黑心老板在水下装了驱鱼器，难怪鱼只蹭不咬，这是赤裸裸的诈骗。陈野没有声张，只是当着众人的面开始更换装备。陈野换上最粗的大力马主线，鱼钩换成了大号的3本毛钩。王大发走了过来。陈野，你干嘛？禁止使用毛钩，你这是违规。违规？王老板，比起你在水下装驱鱼器，欺骗我们这些钓友，我这又算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王大发话音未落，陈野将毛钩投向水底红点处，用力向后拉扯，一个缠满水草和渔网的盒子被拖出水面。王老板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欺骗钓友，你这老板要当到头了。好你个王大发，我就说怎么钓不到鱼？退钱，赶紧退钱！这种黑心老板就该抓起来，太气人了。王大发一屁股坐在地上。不是我，这不是我的，是别人放在这里的。陈野拿出手机拨通了张队的电话。张队，我在老王钓场发现这里的老板欺骗钓友，我已经把证据调上来了，你们赶紧过来处理一下。没过多久，张伯栋就带着几名执法队队员赶到了现场，将王大发扣押了起来。陈野啊，陈野，你真是走到哪案子就跟到哪，我算是服了你了。张队，是这黑心老板送上门来的，我这也算是为民除害了。我不服，是他先违规用毛钩的。不管用什么方法，能抓到你这个诈骗犯就行。张伯栋带着执法队队员离开后，系统跳了出来。清除水域有害干扰源任务完成，奖励积分500点。又是5万块，不愧是我。检测到宿主不仅没钓到鱼，还把老板送进去了，触发隐藏称号黑坑鬼见愁。我真的只想钓鱼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在获得了黑坑鬼见愁的称号之后，陈野被江陵市所有的老板拒之门外。陈野刚到欢乐垂钓园门口，保安大爷转身跑向收费室。老板快跑，那个送钟的来了。没过半分钟，满头大汗的中年老板冲出来，手里拿着2条华子，塞给陈野。哎呀，这不是陈大师吗？陈大师，小店小本经营，经不起查啊！这2条烟，您拿着，算我孝敬您的，求您高抬贵手，换个地儿玩吧。老板，我就想钓个鱼，我不举报。别，您这一竿子下去，万一钓出我太爷爷的尸骨，我也受不了啊！钓场老板扑通跪下，谁敢接您，就是跟全江林的黑坑界作对。陈大师，给条活路吧。10分钟后，陈野抱着2条华子，站在路边凌乱。我特么就是想钓个鱼，怎么就成行业公敌了？陈野拿出手机查看自己的银行卡余额，22万5800。既然黑坑都去不了，干脆就买辆车去水库钓。陈野来到了 4S 店，兜里揣着20多万，腰杆子终于硬起来了。陈野在一排车前走来走去，最后停在最大那辆前面。后备箱够大，底盘够高，这才是钓鱼佬的梦中情车。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，陈野直接全款提了车。太好了，终于有自己的车了，以后钓鱼就方便多了。检测到宿主拥有手量机动载具，钓鱼热力图开启远征模式，当前地图扫描半径已扩大至100公里，新增功能导航至高价值目标点。100公里，这下整个江陵市的水库
都将是朕的江山。陈野看向虚拟地图，龙王水库附近有一个巨大的金色光点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出发，目标龙王水库。到了龙王水库，陈野支起手机支架，开启了直播。各位老铁，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。今天我们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龙王水库，大家看我身后的风景，美不美？话音刚落，一辆改装后的越野车停在陈野旁边。此人正是江陵市富二代。路亚俱乐部成员赵多余。哟，这不是那个刑部尚书陈野吗？怎么不在城里调你的案子，跑到这水库来钓小鱼了？我钓什么鱼？好像跟你没什么关系吧？当然有关系，我看你这装备，也就是台钓那套老年人玩法，没意思。今天我赵多余就在这儿跟你比一场，看看是你的台钓厉害，还是我的路亚更胜一筹。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有人挑衅陈野，瞬间兴奋起来。我去！富二代挑战刑部尚书，有好戏看了！陈大师，别怂，跟他比，让他知道什么叫钓鱼界的玄学。比就比，怎么比？我们就比谁钓的单尾鱼最重。我要是赢了，你就给我磕3个头，大喊3声爸爸。你要是赢了，我车上那套3万多的路亚钓鱼大套装归你了。好，一言为定，谁输了谁别后悔。两人约定好比赛规则后，便各自开始准备。赵多余登上了自己的充气路亚艇，在水库中央开始抛投。没过多久，他就钓上来一条3斤多的翘嘴。陈野，我钓上来一条3斤多的翘嘴，你呢？你的鱼呢？该不会是挂底了吧？陈野看着自己面前平静的水面，不对啊，这么大的金色光点，这底下到底是什么鱼？先把它引过来再说。系统开启初级鱼类亲和力。一股巨大拉力传来，陈野用力，一个黑影破水而出。一股巨大拉力传来，陈野用力，一个黑影破水而出，竟然是只野生娃娃鱼。我的天！用手竿钓上来这么大的野生娃娃鱼，也太夸张了吧！这是什么操作？钓上来一条娃娃鱼？赵多余输定了，在国家2级保护动物面前，他的翘嘴就是个弟弟。张队，对，又是我陈野。林业局专家将娃娃鱼抬进专业水箱，陈野站在一旁满脸无奈。小同志，太感谢你了，这对我们研究水域生态价值重大，你立大功了。陈哥，愿赌服输，这些加起来3万8，归你了。另外我还有个不情之请。啥事儿？师傅，请收我一拜，以后我就跟你混了。下次你钓龙钓凤，让我摸一下就行。陈野无奈收下了这个徒弟。陈野回到家躺床上，唤醒系统，淡蓝色界面浮现。系统，今天钓到的东西能兑换多少积分？恭喜宿主成功垂钓并上交珍稀野生生物，奖励积分1000点，当前总积分3500点。陈野点开积分商城，终极洞察之眼，售价500积分每次，可穿透水面3米，持续10分钟。透视挂，钓鱼佬的终极梦想，买，必须买。陈野刚关掉商城，就收到了手机推送的本地新闻。暴雨导致上游水位上涨，渔民在断魂湾发现大量不明漂浮，传闻这里曾是100年前官银商船沉没之地，已有不少寻宝爱好者前往。陈野打开系统，断魂湾有深红发紫光点，旁边密集分布金色光点，红点配金点，风浪越大鱼越贵，去看看。陈野赶到断魂湾河滩上，寻宝人用金属探测仪扫滩。陈野开启直播，兄弟们，今天正经钓鱼，顺便试试能不能钓到大货。系统开启终极洞察之眼，体验开始，倒计时10分钟。陈野视线穿透浑浊河水，河底全是垃圾，淤泥中散落着硬币大小的元宝。物体的下方压着一个巨大椭圆形物体，缠满铁链。警告：发现极度危险或者极高价值物品。陈野换上大号锚钩，把锚钩精准搭上铁链，又拿出电动绞盘、钢缆和尼龙绳，绞盘启动，铁疙瘩被缓缓拖上岸。这小伙子钓上沉船了！主播快跑，那是一枚2000磅航空炸弹或磁性水雷，你挂的是触发引信。铁疙瘩发出滴答声，像是指针走动。一个寻宝人凑过来，兄弟，是这玩意儿在响，快跑，帮我通知执法队。人群四散逃跑，陈野抱着炸弹连个屁都不敢放。那一刻他好像看见太奶了。陈野抱着炸弹站在原地。半小时后，黑色轿车队赶到，海豹专家小心翼翼切割缠绕的尼龙绳和鱼钩，安全了。陈野浑身脱力坐地。张队在一旁数落：“你小子，我刚想休个假，你就给我整这出。”张队，我冤枉啊！我就想钓点宝贝。宝贝是随便钓的吗？那是文物，得充公。那我绞盘磨损费、精神损失费找谁报啊？你屡次立功，局里和文物局合计给你发8万奖金，免税。恭喜宿主清理高危战争遗留物，奖励积分3000点，当前总积分6000点，解锁隐藏成就，爆破鬼才。爆破鬼才，筒子，你是嫌我命长吗？但积分和奖金血赚。陈野的手机响了起来，手机热搜全是他钓炸弹的视频。评论区刷屏，刑部尚书升级和平大使，钓炸弹制服陈野。建议国家派他去公海，能把核潜艇钓上来。这名声彻底没救了，以后没人敢跟我钓鱼了吧？手机再次响起来，是赵多余。师傅，我家云顶山庄有20亩人工湖，没人敢钓，
你来指导我路亚技术吧。你没看热搜，还敢请我去？看了，我拿人格担保，只有鱼，没炸弹，没尸体。人工湖封闭管理，全是鱼，简直天选之地。我这就过去。收到位置后，陈野驱车来到别墅人工湖，赵多鱼迎上来。师傅，这环境咋样？鱼天天吃进口饲料，一钓一个准儿。两人在岸边打好窝，陈野开启初级鱼类清河，鱼群围拢但不咬钩。他打开地图，瞥见假山下发金色光点。有好东西，陈野再次抛钩，钓上一个镶嵌碎钻的金色防水盒。陈野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副金假牙。这是我爷爷失踪1个月的假牙。赵老爷子戴上失而复得的镶钻金假牙，门牙上的钻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赵老爷子激动地握住陈野的手。小陈啊，太感谢你了！这假牙我找了1个月，饭都吃不好，觉也睡不香，你可真是我的福星啊！赵老过奖了，纯属巧合。巧合。我让厨房备了全鱼宴，今天必须好好庆祝一下。恭喜宿主钓到豪门宝物，奖励积分1000点，当前总积分7000点。筒子，你对宝物的定义是不是有点问题？从别墅出来，陈野哼着小曲回家，刚开门，手机接到赵多鱼的电话。乖徒儿，这么快就想我了？师傅，不好了，我刚收到消息，钓鱼协会下发了红头文件，把你列入了各大经营性钓场的封杀名单，说是你多次引发公共安全事件，影响恶劣。封杀我？我钓鱼又不是投毒，凭什么封杀我？这些人太过分了。师傅别担心，我知道有个地方他们管不着。哪里？城郊有个湿地公园，是乱葬岗改建的，里面全是野和叉，鱼又傻又大，就是有点阴森，没人敢去。好，你现在就过来，咱们一起去。我倒要看看，在那个地方他们还能不能管得着我。当天晚上，陈野和赵多鱼溜进湿地公园，陈野照例打开了直播。师傅，这地方阴气很重啊。呸，这哪是阴气，分明是水气。各位老铁，晚上好。今天我们来到了乱葬岗改建的湿地公园，大家猜猜，今天我能钓上来什么？主播小心点，别钓上来什么不该钓的东西。赌一包辣条，主播今天肯定能钓上来水鬼。陈野刚抛竿，系统疯狂报警。警告警告，检测到极高价值目标信号，信号类型未知，加密幽灵讯号，信号位置距离宿主50米，水下。水面上闪烁起蓝色幽光。师傅，不会真是水鬼吧？陈野反手将鱼竿抛向信号源的方向，盯着系统地图，随时准备跑路。我觉得咱们这次可能钓到了不得了的东西。这是什么飘向？不能挂住过路的王八吧？陈野感到了沉重的拉力，随即扬竿刺鱼。来了，兄弟们快看，刑部尚书又中巨物了。师傅，这力道怕是得有100斤巨鲸吧？谁顶得住啊？整弯弓，这出现速度一定是大货。不对劲啊！你们看竿梢怎么不抖啊？大鱼挣扎竿梢肯定会抖的，这一直紧绷着，像挂底了一样，是怎么回事？楼上的有没有可能挂住水鬼？过来帮忙抱一下腰，这玩意儿要把我拉下水吧。赵多鱼抱住陈野，僵持20分钟，水下怪物被一点点拖回岸边。这啥？这也不像鱼啊！妈呀！鬼，水鬼，他在看我，他的眼睛在转。这特么是间谍装置，别好了，不是鬼，快把超网给我，把它捞上来。这特么是行走的50万，50万！师傅，你是说这铁疙瘩值50万？少废话，快抄！这玩意儿要是跑了，咱们就是国家的罪人。钓上间谍潜航器，陈野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张队。陈野，你要是敢告诉我你又在哪个野河沟里钓到了死人，我现在就顺着电话线过去掐死你。张队，这次真没死人。那就好，啥事儿啊？我好像钓到了一个带摄像头的潜水艇，大概2米长，黑色的，长得像个鱼雷，前面有个蓝色的摄像头，还会自己动。我去，这绝不是普通的科研设备，别让任何人靠近，把直播关了，我马上到。兄弟们，下播了，今晚的鱼汤又喝不成了，我好像又给张队上大分了。20分钟后，3辆无标识越野车赶到，安全组织大佬李文良亲自坐镇，牌面拉满。李文良用仪器扫描，仪器发出尖利的警报声。李文良转头面向陈野，就是你小子把他钓起来的。我就是钓个鱼，是他自己咬钩的，真不赖我。哈哈，不赖你，还要感谢你呢。李文良指着潜航器，这是一台经过伪装的波浪滑翔机，里面还装着最新的境外间谍设备。陈野这一竿保护了整个江陵市，立了大功，得到了最高档的现金奖励50万。陈野激动的2只眼睛都是钱。谢谢领导，谢谢国家，以后如果还有这种活儿，随时找我，哪怕空军一辈子也要把这帮水耗子钓干净。李文良将潜航器装入屏蔽箱运走。陈野啊，虽然你这次立了大功，但我还是想说一句，你这体质真没救了，以后钓鱼最好先看看黄历，或者
去庙里开个光吧。开什么光啊？难道还有比50万更灵光的吗？陈野带着赵多鱼收干回家。恭喜宿主成功捕获境外间谍钱航器，奖励积分5000点，获得新称号国门卫士。我管你什么卫士，有了50万，我可以买房了。陈野靠在自己的车上等中介。王经理骑着电动车赶来，看到陈野后吓得全身直哆嗦。这不是在世阎王陈野吗？带他看房，要是挖出尸体，我职业生涯就没了。陈大师，叫我陈先生就行。预算首付100万以内，必须是独门独院的，最好带个小池塘，能停车，方便我放鱼竿。中介费太香了，正所谓富贵险中求。陈先生，您上车，正好有套精装修洋房，可拎包入住。王经理带陈野参观洋房，陈野通过系统热力图发现承重墙深处有淡红色光点，这墙不对劲。哥，亲哥，你抖什么？我就听听这墙是不是空心的。这房子真没死过人，我查过抵挡的，您别吓我啊。这墙里有白蚁窝，位置很深，要砸墙太麻烦，不买。王经理扶着墙，大口喘着粗气，感觉自己刚刚在鬼门关走了一遭。只要不是死人，您说里面有妖怪，我都信。看了好几套房子，陈野的系统总能精准找出毛病，中介都快被整崩溃。两人坐在车里，王经理瘫在副驾驶。陈哥，咱们看了这么多，您就没有一套满意的？我就是想要一个水面大的，稍微偏一点，房子破点都行。您别说，还真有一套。陈野听完王经理的话，马上兴奋起来。那快带我去看看。他在郊区的蓝海湾别墅区，占地面积大，尤其是那个院子，还带个2亩多的私家鱼塘。2亩多？是的，但这房子房主要求比较苛刻，房子市场价300万，但他急着用钱，只要150万，要求必须全款。而且要在3天内过户，半价全款。哥，我知道您担心什么，这房子我查过，产权绝对没问题，也没发生过命案，单纯急用钱，主要是地方偏，房子老，这些都不是问题。2亩的大鱼塘，撒点鱼苗，闭着眼都能喝上鱼汤。走，去看看，只要风水没问题，这房子我要了。不多久，两人来到了别墅门口。陈野一眼就心动了，房主赵德才不停看手表，似乎很着急。我这房子虽然老了点，但当年可是请了地势设计师设计的。要不是因为我在国外的公司急需资金周转，我也舍不得这么低的价格出手。这里面有鱼？有，当然有。这鱼塘我放养了10几年了，从来没干过塘。草鱼、青鱼、鲤鱼都有，几十斤的大货肯定不少。你要是买这房，1塘鱼都送你了。陈野开启钓鱼热力图系统，扫描别墅内部无异常光点。怎么样，陈先生，150万。这个价格在江林市连个像样的公寓都买不到，我这可是独栋，还送2亩地。只要你今天能定下来，家具家电我都不要了，全送你。虽说系统没标红，但这人不对劲，干脆试钓一把，探探这房子的底细。赵先生，签合同之前，我想先试钓一竿。如果我能在1小时内钓上1条正经鱼，说明这地方旺我，咱们立马签约过户。如果钓不上来，那说明这房子跟我无缘。这怎么？赵先生不敢？难道下面有见不得人的东西？行，钓随便钓，真金不怕火炼。我这鱼塘清清白白，能有什么东西？几人来到鱼塘，陈野开了洞察之眼就甩竿，片刻后勾出个黑色包裹。我就想验个房，你特么给我钓上来1包钱。陈先生，你这鱼钩是不是有点太长了？系统不是没有红点吗？这特么都红得发紫了吧？该物品为纯现金，不属于危险品。你大爷，这特么是赃款吧？就在这时，赵德才从后腰掏出折叠刀。既然被你发现了，我就不客气了。赵德才指着刀刺向陈野，想动粗，正好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打瓦波纹龙的妖力。走你！陈野一把将包裹扔了出去，砸中赵德才，他倒飞出去摔进鱼塘。陈野甩钩挂住他的脚，给我坐下吧你！放开我，你个疯子！放开我！这也是验房的一部分吗？当然，这叫测验业主的抗压能力以及鱼塘的容积率。赵老板，别挣扎了，这大力马线你扯不断的，你最好老实点。水底下应该不止这一个包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作为一名资深的钓鱼佬，这是基本功。我看你这水底下铺的不是淤泥，是黄金啊！陈野暗力拨通了老张的电话，然后人赃并获。乖乖，总价值直接破亿了。怎么了，我的大功臣？张队好不容易看中个房子，结果一竿子下去，房子变成案发现场了。陈哥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房子以后肯定上法拍，大家觉得晦气，你正好低价捡漏。陈野眼睛一亮，向王经理竖大拇指。虽然没买到房，但发了财的陈野住进大酒店。恭喜宿主完成隐藏任务，购房前的验资奖励积分2万点。筒子，我要消费。初级生态水域改造业，售价15000积分，可大幅度提升水体含氧量与微生物活性，从根本上改善鱼类肉质。初级万物亲和授鱼板，售价5000积分，可以感知到其他非人类高质生物的情绪波动。挺好的，哪怕钓上外星人，还能聊2句。最后剩下7000积分，陈野全用来强化体质。现在的我一拳能打死1头牛，明天就是蓝海湾18号法拍的日子。我的房子，我来了。3天后，
陈野抄底买到别墅。系统开个眼，阁楼的角落处出现一个粉色光点，在快速移动着。红金子我都见过，甚至还有爆炸物黑点，粉色是个什么鬼？发现特殊生物信号，活的？难道是前房东留下的宠物？上去看看。陈野来到阁楼门口，一只雪貂忐忑看陈野。是火腿肠不？雪貂叼走火腿肠，爬上陈野肩膀。恭喜宿主成功收服特殊生物变异雪貂，生物评级灵性稀有。行，你以后就叫招财吧。这只雪貂具有极高的智商和敏捷度，且对宝物有天然的感知力。多台挖掘机在院子里挖鱼塘，陈野和赵多鱼站在一旁。从今天起，这里将是全江陵市乃至全省最纯净、最顶级、绝不空军的城市渔场。夜深人静，陈野拿出珍藏的生态水域改造液，倒入鱼塘。去吧，老伙计。水变清澈，水底长出嫩绿水草。卧槽，这特么是魔法吧？几天后，2辆加长货车驶来，鱼苗厂老板下车。陈老板，1万斤鱼苗，全是精选的苍江西原种。辛苦了，直接放吧。鱼苗放进鱼塘，跳跃翻腾。陈老板，您这水是不是加了什么药啊？我养了半辈子鱼，从来没见过活性这么高的。独家秘方，风水宝地。陈野摸招财，指着鱼塘。招财，从今天起，这里就是我的绝对领域，没有尸体，没有炸弹，没有间谍。我陈野要在这里把空军2个字彻底从我的人生字典里扣掉。这口鱼汤我喝定了。3天后是陈野的温居宴，赵老爷子和李文良都大驾光临，最后到场的是张队。张队来就来呗，还带什么？狗啊！例行公事，黑子去搜一圈，看看有没有火药味或者腐尸味。这是局里兄弟们凑份子送你的。谢谢领导，这锦旗上的字挺别致的哈。酒过3巡，黑子居然被鱼挑衅了。哈哈，这鱼有灵性，连警犬都不怕，看来这水土是真的养人啊。陈老板，咱们饭后是不是得来点鱼性节目？我好久没摸鱼竿了，手有点痒。师傅，你这塘里的鱼我看着就眼馋，今天我要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路亚打黑。好，今天咱们就举办第1届城市渔场杯邀请赛，谁钓上来算谁的。晚上咱们接着炖。不久后，钓鱼大赛变成绝望之战，张国栋浮漂不动，赵多鱼断线。陈野，你这鱼是不是都上过警校，学过反侦查？这他妈是鱼，这是水雷吧？陈野开鱼类亲和技能，鱼却只转圈不咬钩，还嘲讽他。哈哈，陈野，你这鱼是马戏团买的吧？师傅牛逼，能把鱼训练成这样，你也是独一份了。检测到当前水域鱼类活性过高，且对宿主好感度溢出，建议宿主提升钓技或使用更具攻击性的垂钓方式，例如抽水。我花了这么多钱买了房子，清了淤泥，换了水，下了苗，结果还是空军啊！钓鱼比赛失败，赵多鱼提议去老护城河夜钓，说有金光。陈野被打动，决定出征，是要挽回钓鱼老尊严。师傅，这地儿绝了！这桥墩子底下可是黄金钓位，回水湾溶氧量高，而且你看这水色，绿中带黑，必有巨物。今天就算是龙王爷来了，也得给我交2条鲫鱼当过路费。一个白点都没有，这也太不科学了。就在他准备换地方的时候，一眼瞅见桥墩基座的淤泥里亮着金色光点。多余啊！我觉得咱们今晚可能又要上头条了。啊，师傅，你别吓我啊！这可是老城区，这要是炸了，咱们都得玩完。不是炸弹，是宝贝。10分钟后，一个烂泥疙瘩被拉出水面。师傅，你费这么大劲儿就钓上了一块砖头，拿水来冲一下。师傅，这好像是没印章。天啊，你看这个兽牛，这是狐牛，这是古时候武官的印啊！看这规制，起码是正3品以上的都指挥使才能用的。这是文物，国宝级的文物啊！哪怕不是鱼，好歹给个能换钱的。但这老天爷非要给我发枚官印，是不是觉得我那个刑部尚书的官不够大，非要给我升个兵马大元帅才满意？师傅，这说明您官运亨通啊！这护城河里的鱼之所以不咬钩，那是因为他们知道大帅来了，都在水底下磕头呢。谁敢造色？陈野苦笑，拿出手机，十分熟练拨通张国栋的电话。不一会，张国栋和文物监察车赶到，探照灯照亮现场。今晚得给文物局那帮老学究当保安了。老教授冲过来，拿放大镜仔细端详起官印。快封锁现场！这是国家1级文物，那得值多少钱啊？庸俗，这是无价之宝。张队，我怀疑这下面可能存在一个古代沉船点，我请求立即将这片水域划为临时考古发掘区，拉警戒线，方圆500米，一只蚊子都不许放进来。陈野同志是吧？根据相关规定，对于主动上交文物、发现重要遗址的公民，我们决定给你5万元现金奖励，并颁发文物守护者荣誉证书。谁说不能换钱的？这不来了吗？
护城河被封后第2天，陈野瘫在沙发上，赵多余的电话打了进来。师傅，万民请愿书网上传疯了，说是您的原因把河给封了，再加上之前的事情，您现在成了钓友的公敌了。他们让你去海钓，别再霍霍江陵市了。我那是为民除害，是保护文物。他们要赶我下海。师傅，您消消气，其实下海也不是不行。我爸上个月刚买了一艘豪华游艇，本来是打算用来商务接待的，现在正停在码头吃灰呢，咱俩正好。赵多余喋喋不休地说着大海这里好那里棒。陈野又心动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是男人就要去征服大海，这次我一定要钓上一条真正的能吃的几百斤的大海鱼。刚挂断电话，系统提示就来了，检测到宿主面临重大抉择，系统商城限时更新。陈野打开系统界面，看着地图扩展包，限时上新远洋征途，售价5000积分，可解锁滨海市及周边海域的高精度热力图。买了。陈野收拾好装备，肩膀上带着招财，出发前往滨海。我一定要成为海的男人。抵达滨海，赵多余已经在游艇上等候多时了。怎么样，师傅？78英尺，双发动机，极速能飙到30节。咱们这次绝对是降维打击。万恶的资本家！陈野扛鱼竿冲上甲板，张开双臂，这才是钓鱼佬该待的地方啊！大海，我陈野来了，把你们最大的鱼都给我交出来！丁，远洋征途数据包加载完成。当前区域为滨海海域，该区域被判定为高危海域。陈野开启钓鱼热力图，看到密集光点，东南方向黑色光点，正南方向深红光点，海沟深处紫绿色光点。多余啊！你确定这大海里真的没人管吗？我怎么感觉这海里的东西好像比河里的更劲爆，更行啊！船平稳驶离海面，陈野决定好好展示一下海钓大师的风采。兄弟们，下午好啊！看到没？大海。游艇，今天主播带你们体验一下什么叫朴实无华的海钓生活。坐等主播晕船，别问为什么，海钓新手的必经之路。晕船不存在的，哥们可是铁打的，区区海浪不足挂齿。游艇驶出防波堤，船身剧烈起伏，陈野捂住嘴冲进卫生间，里面传来呕吐声。虽迟但到，我就知道尚书大人帅不过3秒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要不咱们回去？回去不可能。真男人绝不回头。筒子，救命！给我来点晕船药，要最猛的那种。警告！检测到宿主生理状态极度不稳定，可能影响后续任务进行，触发紧急预案。是否申请系统贷款？额度5000积分，利率日息10%，每延迟1天归还，扣除宿主10点幸运值。日息10%？你特么高利贷啊，还要扣幸运值？我本来就够倒霉的了，再扣我还活不活了？又是一阵眩晕感谢。贷！给我带，只要能让我不吐，别说幸运值了，节操值你都可以扣。陈野左摇右晃 ，S 型走位挪到了钓位。师傅，你刚才去厕所吐的时候，是不是顺便偷喝了我的红酒？喝什么？这叫醉拳步法，能更好的卸掉海浪的冲击力。神的醉拳步法，主播全身上下就嘴最硬。系统开启初级鱼类亲和，兄弟们看好了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陈野期待的万鱼来潮并没有发生，反而是在天上先有了动静。走开，走开，别咬！那是大力马线，崩牙！哈哈哈哈！这就是主播说的大货，大货是海鸥。这那是刑部尚书啊，哈哈，分明是美丽的在逃公主。换地方，赶紧换地方，这地方风水不好，去深海，去没有鸟和龟的地方。游艇驶入深海，离系统标注的红点越来越近。师傅，这地方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啊！积分透支了，幸运值挂钩了。今天要是再不弄点大货回去，我真就得卖身还高利贷了。就这里停船。师傅，你这是要干嘛？咱们不是来钓鱼的吗？你这是要谋杀鱼？不，钓鱼太慢了。兄弟们，刚才那是个意外，现在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，这水底下有个大家伙，而且很行。来了，熟悉的台词，盲猜一艘深海炸弹，还是 UFO？ 师傅，你钓上来一个快递包裹。陈野用刀划开胶带，露出木箱子，上面画着一个黑色的骷髅。打了个叉，陈野当场石化。该不会是违禁品吧？陈野无奈关掉直播，掏出电话拨通了那个收藏号码。老张，我在公海边缘钓上来点东西，方方正正的，白色的，大概50多公斤。陈野，你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吗？你在那别动，把坐标发给我，我马上联系滨海市海上执法队。我就知道，这哪里是星辰大海啊，这分明是星辰大案。不多时，3艘巡逻艇成品自行包围游艇。前方的游艇立刻熄火，所有人双手抱头，
蹲在甲板上，重复一遍，立刻熄火，不许动。滨海市海上执法队，我是队长雷鸣，现在怀疑你们涉嫌重大海上走私毒品活动，请立即配合检查。报告队长，确认为高纯度违禁品，目测重量超过50公斤。胆子不小啊！这就是你们的作案工具，用锚钩在公海边缘接货。你们是把我们海职当傻子，还是觉得自己伪装的天衣无缝？雷队长，我说这玩意儿是他自己挂上来的，您信吗？自己挂上来的，在100多米深的海底，精准的挂住一个装着大量违禁品的包。你钩子是装了定位导航吗？雷队长，咱们是自己人，我是江林市执法队的协助办案人员，刚才给执法队张国栋队长报案的，就是我，是他让你们来的吧？你就是张国栋说的那个麻烦制造机？对对对，就是我。那也不行，全部带走，船只扣押。不远处停着一艘黑色小渔船，船上小弟放下望远镜。大哥，那2个小子被海职截胡了，货也被收了。海职怎么来的这么快？这不合常理。我们的内线没收到任何风声。大哥，我刚才看清楚了，货好像是被那2人钓上来。钓上来的有点意思。他什么底细？是个网红钓鱼主播，最近特别火，叫陈大师，外号刑部尚书。刑部尚书，呵，有点意思。告诉老三，滨海1108那边最近别动。这批货虽然没了，但只要母巢还在，我们就没输。至于这2个不知死活的钓鱼佬，给我盯着，赶坏我的好事，我让他们永远留在这片海里喂鱼。是。2个小时后，游艇停靠海之码头，周围拉起了警戒线，探照灯时不时扫过船身。师傅，咱们这是被软禁了。张队发信息说了，滨海这边的情况很复杂，这批货背后有个大团伙。雷队长把咱们扣在这儿，一是调查，2也是保护。这次真是捅了马蜂窝了。赵多鱼受不了打击，回船舱睡觉去了。这日子没法过了，鱼没钓到不说，还欠了一屁股债，现在更是连下杆子的机会都没有。要是再不想办法搞点积分，等幸运值扣光，怕是走路都要被陨石砸死。招财突然立起身，鼻子狂嗅，对着码头的渔船发出急促的咕咕声。怎么了？饿了。招财一巴掌拍开火腿肠，顺着缆绳滑到了码头。招财，回来！陈野瞅准岸边打盹的海警，猫腰跳船追招财。招财跑出残影，陈野开启授予技能，顺着招财的意念找到了码头集装箱后。香，黑洞里有鱼池，钻进去。陈野开洞察之眼，透过船体看到招财要钻舱底夹层，系统热力图显示夹层深红透黑，比违禁品包裹还刺眼。招财，回来！那不是吃的，要命！陈野抱招财摸回游艇，正好撞上企业的赵多鱼。师傅，你搁哪儿浪呢？咱不是被软禁了吗？嘘，捡着大活了，这码头藏着猫腻。第2天一早，陈野拿鱼竿上甲板，鱼线挂着系统追踪信标，故意在扣押区练抛投。多余，看好了，为师今天教你一招飞签钓法。陈野手腕一抖，牵坠失误，飞向滨海1108号船，卡在船尾隐蔽处。眼瞎，砸坏船你赔得起？对不住，对不住，新手手潮。二哥，别耗着，赶紧回去盯着，别引海之注意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张国栋火速赶到码头，旁边的雷鸣满脸不信，这只是个运气好的钓鱼佬。雷队，这小子邪门的很，我带了加急情报，代号深海的跨国走私集团，今晚有批重货要在滨海中转。不用等今晚，你们要找的船就在这。这艘船我们查过，毫无问题，你凭什么怀疑？他吃水线不对，空船似的，却沉得很，底舱绝对有问题。雷队，宁可信其有，出了事我担着。查！雷鸣一声令下，海直冲上渔船。横肉船长耍横叫嚣自己是守法渔民，结果缉毒犬和扫描仪全扑空，只查出一舱臭鱼烂虾。查完了，我船冷冻机坏了，得去外海修，鱼臭了你们赔得起。他们屏蔽技术太牛，常规手段查不出，但我留了记号，放他们走，抓现行。赌一把，雷队放行，全程监控。放行。渔船缓缓驶离码头，没人知道一张针对深海走私集团的大网已经悄然拉开。众人坐镇指挥中心，紧盯渔船动向。可屏幕上的红点突然闪烁2下，直接消失。混蛋，普通渔船哪来的军用干扰？陈野，你留的记号有用？陈野掏出手机，系统伪装软件上绿色光点稳定闪烁。雷队，海况多雾，大船进不去鬼礁区，快艇无防护，进去容易被打翻。我去，多鱼号是碳纤维船身，吃水浅，速度快，装成麋鹿富2代，他们不会警惕。师傅去哪儿我去哪儿，船上有和牛有音响，就当开海上派对。雷队，外围包抄封锁出口，他俩进去侦查，只求确认位置，你俩别浪。2人开游艇闯鬼礁区，距离渔船500米处打转，
系统突然警报，检测到多艘武装船只信号，所有灯全开，氛围灯、探照灯全拉满，音响开最大，放最炸。DJ 拿酒瓶子给我装嗨，五颜六色的灯光和劲爆 DJ 飘过来，手下慌的以为是海直。横肉船长用夜视镜一看，俩黑影在船上瞎蹦跶。杀海直就是俩不知死活的富二代，明路害大了，传令下去，隐蔽作业，别理他们。全野装醉挥鱼竿，实则用系统鱼竿的摄像头和磁吸抓钩取证，鱼漂入水，拍下两船交接和光头头目的脸。火了，证据闭环，收工就送雷队手里。光头头目拿手电照过来，看清两人模样，瞬间反应过来被水。妈的，是雷子的人，干掉他们！枪声瞬间炸响，子弹擦着游艇甲板飞过，赵多鱼当场惨叫出声。妈呀，师傅，他们真开枪了，快跑啊！我知道，满舵撤。多鱼号猛地抬头，全速冲出。光头头目带3名手下跳上快艇，持重武器风追而来，而全野手里还牵着那根连着证据鱼漂的鱼线，生死一线间，退无可退。师傅，捡了鱼线保命啊！不行，证据在里面。友情提示：磁吸抓钩额定吸力500千克，宿主单臂爆发态300千克。谁说钓鱼只能钓鱼虾？今天老子就钓个铁王八！什么鬼东西？给爷停下！失控的快艇漂移着撞向了一块巨大海礁。空军不存在的。虽然敌人的快艇撞毁，但磁吸抓钩依然死死吸在那堆正在下沉的废艇上。直升机破云而出，海之船队包围。半小时后，所有嫌犯被控制。陈野拖着快艇残骸靠岸。陈野，这就是你说的取证？信不辱命，证据在鱼漂里。这快艇是他自己撞礁时的，我算正当防卫吧。算，还有奖金。快艇残骸按废铁价给你提成。陈野，你小子没死是吧？我让你猥琐发育，谁让你去炸船的？鬼礁区的爆炸是不是你搞的？冤枉啊，张队，我就是稍微帮他们修正了一下航线。行，你真行，回来给我写2万字检讨，把你这修正航线的物理原理给我写得明明白白。写不清楚，我就把你挂码头喂鲨鱼。事情尘埃落定，走私母船被押解回港，陈野回到酒店。恭喜宿主协助破获特大跨国走私案，奖励积分15000分，自动扣除系统贷本息共计5000分，幸运值恢复正常。这时手机银行发来短信，看到巨额奖金，陈野鲤鱼打挺弹了起来。个10、100、千万发财了，350万！果然只有钓鱼才能致富。多鱼被老爷子带走，蹭船是没戏了。我要买船，买一艘属于我自己的船。第二天一早，陈野在游艇交易中心全款250万拿下一艘退役爆改的全金水探险艇。为了庆祝报户号入手，陈野决定立刻进行首航招财。看，这就是朕为你打下的江山。不出远门，不钓大鱼，不带赵多鱼，我就去近海附近转悠，总不会有事了吧？报户号行驶至防波堤，陈野开启钓鱼热力图，看到一片从没见过的幽蓝色微弱荧光点，检测到水下有大量未知物种生物反应。这是啥玩意儿？系统更新了？难道是新品种的螃蟹？管它呢，下笼子。半小时后收笼，陈野看着笼子傻眼了。招财，说好的岁月静好呢？这特么是钓螃蟹吗？我这该不会是钓到了终结者的一条胳膊吧？陈野瞬间想起钓尸的阴影，肌肉记忆让他立刻掏出手机，给雷鸣打电话汇报情况。陈野，你怎么又打电话来了？你不是刚领了奖金在休假吗？别告诉我你又去公海了。没去公海，就在家门口防波堤着。雷队，如果我说我想吃个螃蟹，结果钓上来一只机械手，你信吗？机械手？你是说一只？不清楚，看着像是个高科技玩意儿，劲儿挺大，把我的蟹笼都抓烂了。另外，这里的螃蟹都死了，颜色跟阿凡达似的。我觉得你们最好带防化服过来。半小时后，雷鸣带着人赶到，技术人员初步勘查，发现机械臂是水下作业机器人的，还检测出海域重金属超标，有腐蚀性液体残留。所以我今晚的香辣蟹泡汤了。你还想着吃？这片海域已经被污染了，还好你没吃，吃了你就等着变异吧。行吧，那这机械臂算什么？回收废铁？这属于重要物证，滨海市仅几家大型企业有这种工业机器人，它为何出现在防波堤附近，还在水下被扯断？肯定有问题。新船首航，不仅空军，蟹笼还被征用，这怎么能忍？憋屈的陈野开船去了2公里外的浅滩。系统，给我找虾。好家伙，这么亮，肯定是虾王。出来吧你！卧槽，这么大劲，我的麒麟臂都差点没拉动。这特么是皮皮虾还是异形？检测到附近海域受到未知来源污染，触发连环任务变异的海岸线，赠送防辐射钓鱼服。防辐射钓鱼服？系统，你还真是贴心啊！这是逼着我去废料堆里钓鱼吗？陈野又拍了几张皮皮虾的特写发给了雷队，不一会儿皮皮虾被带走。老子只是想安安静静捞个虾，
怎么还能碰到生化武器啊？第二天清晨，陈野被叫去支队会议室开会。大家都看到了，这只螳螂虾肌肉强度是普通的50倍。关键是我们在其消化道里发现一块金属碎片，上面刻着极其微小的蓝色血滴形状的 logo。蓝血生物科技，这个标志和昨天陈野钓上来的那只机械臂上的 logo 完全一致，证据确凿。你们直接去抓人封场不就行了？叫我来干嘛？没那么简单。蓝血生物是市里纳税大户，没有核心证据，仅靠一只变异虾和一个断裂机械臂，法务部申请不下搜查令。雷鸣直勾勾盯着陈野，陈野眼皮狂跳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。雷队，你看着我干嘛？我脸上有地图啊！核心证据就在蓝血生物的专属海上实验区水下，我们需要有人进去取证。海直船目标太大，民用船只最合适。打住！你想让我的保护号去当诱饵？不去，绝对不去。这要是去了老巢，还能活着回来？市局悬赏20万，技术局追加50万特殊津贴。陈野眼前一亮，丁，连环任务第2环更新，直捣黄龙。任务目标：前往蓝血生物科技秘密海域，使用钓具回收核心污染源。大海健康人人有责，请宿主认真考虑。雷队，其实钱不钱的无所谓，主要是作为一名良好市民，保护海洋环境，我义不容辞。这活儿我接了。下午2点，陈野带着工人给保护号加装防护网和铅板。赵多余抱着一个铁疙瘩跑来。你来干嘛？这次不是去蹦迪，是去玩辐射。你想变成绿怪物啊？唉，为了艺术和正义，我带了好东西啊！哈，这是我从爷爷游艇上拆的声纳屏蔽仪，有了它，咱们船在对方雷达上就是砸波。行啊，徒弟，长进了。不过上船得签生死状，要是变异了，别赖我。放心吧，师傅，我查过了，少量辐射还能杀菌呢。走，咱们去给那个什么蓝血公司做个免费的核酸检测。保护号驶入蓝血生物的警戒海域，陈野让赵多余打开仪器，结果船上的电子设备全黑屏。徒弟，这就是你说的隐形？你这是把咱们自己给致盲了吧？这叫绝对隐身。你看，我们连自己在哪儿都不知道了，敌人肯定更不知道。赶紧给我关了！关不上了，师傅，开关好像卡住了，这玩意儿散热不行，过热锁死了。陈野虽然生气，但好在有钓鱼热力图，指挥赵多余开船，穿过了外围的无人警戒哨。半小时后，保护号驶入蓝血生物核心腹地，系统地图显示目标就在船正下方50米处。师傅，我有点想吐。我还是太小瞧这辐射量了，来得快点完成任务，离开这个鬼地方。再拖下去，万一赵多余像皮皮虾一样变异了，那就完犊子了。到了，多余把船停稳。陈野从船舱拖出巨型锚钩扔进海里，锚钩精准落在光点上方，挂住海底东西。绞盘全力拖拽，却纹丝不动，反而保护号被往中心点拉扯。师傅，这到底是咱们在钓他，还是他在钓咱们啊？不管是什么玩意儿，进了我的钩就是我的货，给我起！陈野让赵多余开船倒车，借助船体动力和绞盘拉力，扯动海底物体使其松动。师傅，这到底是哪儿？海底生化实验室吗？这帮畜生到底在干什么？随着绞盘的轰鸣，一个集装箱大小的金属笼子被吊了上来，笼子里塞满骨架和腐烂生物组织，中间嵌着一台运行的水下服务器。检测到关键任务物品蓝血生物核心数据终端，请宿主尽快回收并带离。几乎同时警报声响起，6艘黑色的巡逻艇把陈野他们团团围住。笼子离开水面触发防盗报警，6艘黑色高速巡逻艇围了过来。前方的船只立刻停船，这里是私人海域。师傅，被包围了，我的屏蔽仪没用了。废话，人家肉眼都看见你了，还要什么屏蔽仪？去，把那个笼子给我绑死在船尾，绝对不能掉下去。那师傅你呢？老子要让他们知道这艘船为什么叫保护号。陈野跳上驾驶台，6艘黑色快艇压缩保护号活动空间。停船，立刻停船，否则我们将采取强制措施。多余，把咱们船上的大喇叭打开，最大音量。好嘞。对面的孙子听着，我是滨海市海洋环保志愿者，我在清理海洋垃圾，你们要是敢阻拦，就是破坏环保，就是与全人类为敌。别跟他废话，撞沉他，那东西绝对不能带走。2艘快艇靠近后才发觉保护号是可破开冰层的极地探险艇，避让不及，被撞飞出去。爽，师傅牛逼，这简直是海上坦克。别高兴太早，右边还有。陈野甩尾漂移，船尾的金属笼子带着动能横扫，砸中绕货偷袭的快艇。我的天，师傅，你这钓法是不是有点过于残暴了？这叫物理超度。剩下的快艇瞬间死了，开始用远程火力压制，子弹打在铅板上，冰冰作响，压得2人抬不起头。师傅，这么耗下去不行啊，油快不够了。这时陈野的救星赶到，前面的武装船只注意，这里是滨海海直支队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立刻停止射击，熄火接受检查。半小时后，
海面恢复平静。雷鸣登上报护号，看到笼子里的东西，倒吸一口凉气。陈爷，辛苦你了。雷队，这就叫满载而归。看来老子又立功了。3天后，蓝血生物被查封的消息震惊全国，陈野在表彰大会上成为焦点，被台下观众认了出来。看，那就是刑部尚书。听说那次他又立功了，好像是用鱼竿钓上来一个服务器。我看视频了，那是河洞里钓鱼了。这哥们儿走到哪，那就有变异生物，简直是哥斯拉有武器。陈先生，作为本次破案的最大功臣，您现在有什么感想？感想就是大家别再往海里乱扔东西了，不然我下次想钓条鱼吃，可能钓上来的就是妖怪了。台下一片哄笑，掌声雷动。陈野脑海中响起系统提示音。丁，连环任务变异的海岸线已完结，奖励积分8000分。由于宿主不仅回收了污染源，还超度了污染制造者，额外奖励2000积分。陈野回到后台，徒弟，走，为了庆祝咱们为人民除害，咱们喝酒去。好嘞，师傅，您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这孩子怕不是被辐射烧坏脑子了吧？陈野立下大功，雷鸣亲自送别，那热情的劲儿里藏着送瘟神的喜悦。陈野同志，太感谢了，不仅帮我们破获了跨国走私大案，还顺手清理了蓝血生物这颗毒瘤。滨海市人民会记住你的，海里的鱼虾也会感谢你的。雷队，您客气了，维护正义，保护环境，这是我作为一名钓鱼佬应尽的义务。对，义务，这是蓝血生物案的环保特别奖金，加上之前的悬赏，都在这张卡里了。行了，我就不送你了，一路顺风。没事，常联系，但最好是电话联系，别来滨海了，我们海里的生态刚恢复，经不起折腾。不知道特别奖金有几位数，能不能买个钛合金鱼竿？陈野和赵多余驾车返程，刚到收费口，收到银行到账短信，个10、100、千万，发财了，彻底发财了！筒子，看见没？老子有钱了！恭喜宿主，下次钓鱼弄死你！弄我，老子要风干！陈野对车窗外的大海拍了一张照片，编辑了一条朋友圈。这一路走来，累了，倦了。从今天起，风干归隐。我要做一个每天只会花钱遛貂的俗人。江陵市，你那有钱且低调的陈大官人回来了。张国栋捧着保温杯吹枸杞，小李慌张地冲进办公室，把平板递给张国栋。张队，出大事了！您看朋友圈，风干归隐，做个俗人，这话你信吗？狗能改得了吃屎，他陈野能改得了钓鱼。有了，酒精麻醉计划，从今天起，我亲自出马，每天以各种名义拉他喝酒，喝晕他，看他怎么钓鱼。张国栋打来电话，以接风和交检讨为名义邀请他上门，陈也无奈赴约。来，小陈坐，这是我托人从内部搞到的特供陈酿，今天你立了大功，得整点好的。那我干了。两人推杯换盏，一瓶酒见底，凭借强化体质，陈也依旧清醒。张国栋趴在桌上，眼神迷离。陈野啊，哥，求你个事儿。张队，您说，只要不让我写检讨，啥都行。你能别钓鱼了吗？你知不知道，每次接到你的电话，我这心脏就像坐过山车一样。我还有几年就退休了，我想安稳退休啊。张队，您放心，我这次是真风干了，我有钱了，我要享受生活，我要去消费，去购物，绝对不去水边。真的？比真金还真。那就好。陈也安顿好张国栋，走出张家大门。明天我要带上多余去江陵最贵的商场，我要把这身冲锋衣换成阿牛尼，我要让所有人知道，我陈野不仅是钓鱼的大师，更是花钱的祖宗。陈野穿着新西装，提着购物袋，和赵多余刚走出商场就被认出来，粉丝们热情围堵。真的是陈大师，我是你的粉丝啊！我看了你炸鬼郊区的视频，太帅了。各位低调，我只是个普通市民。大师，我做财务的，求您摸摸这计算器，我想沾沾您财气。听说您钓鱼能钓出1个亿，我想让计算器有吸金属性。陈大师，我钓一辈子鱼都空军，求您在空鱼户上写个名字，我想试试以毒攻毒。在赵多余拼死护送下，陈野狼狈地逃进了一家高端咖啡厅的包厢里。陈野瘫在沙发上喘气，看着窗外的人群，这帮人太可怕了。师傅，您现在可是顶流啊！多余，为什么我这么努力想钓鱼，当正经大师，在他们眼里却成了吉祥物和笑话？我想通了，不是我技术不行，也不是运气不好，是因为市面上的渔具太垃圾。师傅，您那根鱼竿可是全球限量版。限量版有个屁用？它能防弹吗？它能拉动快艇吗？它能承受住核辐射吗？它能在1万米深海把怪物钓上来吗？我要自己造渔具，我要成立一家渔具科技公司，我要用科学征服玄学，我要造世界上最硬的鱼竿，硬到能把世界翘起来。我要造防弹防爆的钓鱼服，穿上它，就算皮皮虾用加特林扫射，我都不怕。我要造量子纠缠打窝船，指哪打哪，让鱼无处可逃。师傅，您这是要造渔具，
还是要造军火啊？从今天起，这家公司就叫和平渔具科技。我连公司口号都想好了。为了您的生命安全，我们不惜一切代价，哪怕钓不到鱼，也要把鱼塘炸平。陈野和赵多鱼经过诸多波折，终于拿到了营业执照。执照有了，接下来就是选址。多鱼，我要的地方不用太大，但一定要硬。赵多鱼带着陈野来到了 CBD 赵氏国际中心大厦顶层，把爷爷的观景层截下来当公司总部。行了，就定这儿了。多鱼，通知装修队进场，一定要快，我要在1个星期内看到我们的废土工业堡垒完工。收到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和平科技犹如见末日避难所，大名早早传开。3天后，和平科技受邀录制采访节目，陈也给电视台准备了一个大惊喜。陈先生，咱能开始了不？我咋感觉像场恐怖分子窝啊？开始，黄金档必须播！我要宣布大事。观众朋友们，晚上好！今天邀请到江陵硬核市民陈野先生。陈先生，面对歹徒，您怕吗？怕我窝子还没发就被搅黄了。哈哈，陈先生真幽默。那您的和平渔具科技创立初衷是？这世界太危险了，我要让钓鱼佬钓到航母都能全身而退。懂了。您说有重要事宣布，是？家人们，和平科技招鬼才了，别来 PPT 战神，别来马屁精，我只要疯子。重点，入职就发防弹衣。您这是招员工还是招雇佣兵啊？搞科研嘛，安全第一。当晚8点，视频一经播出后，全网炸锅。这就是我想要的人才。多余，发现上面是直播预告，让水友见证公司决心。是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师傅，我好像看到我们握着和平科技的鱼竿钓上鲨鱼的画面了。一场足以载入钓鱼界史册的奇葩面试即将拉开帷幕。和平科技连夜搞事，战损峰办公室里，俩大哥穿防弹背心戴钢盔，主打一个硬核面试。师傅，面试穿这一身会不会太疯？招的是和平战士，不狠镇不住场。开播，上连线。听说管饭交社保，俺李二狗以前炸矿，现在搓雷管通沼气池，池子完好使喷净。好，10米深进水，鱼钩挂500万官印，压5吨花岗岩，咋完好取出？李二狗3分钟画完图，唾沫横飞讲起了 C4 聚能装药。人才，首席结构测试员加水下清理部长，社保顶格胶，防爆服入职就发。得嘞，这就去江林。李二狗下线，连线切到昏暗房间，王建国眼神空洞，掏出一根黑棍子。王博士你好，看简历你是高分子材料学专家，为何想来我们渔具公司？高分子专家，笑话！10年心血造的碳基材料，硬过金刚石，却脆得1亿微米就碎，被导师骂工业垃圾，最后我被实验室赶出来了。众人惋惜，唯有陈野眼神狂热。什么缺点？这是钓鱼佬终极梦想，造定海神针鱼竿，直接把鱼拔出水，年薪200万加分红，实验室我重建。是为知己者死，我马上到。首席材料官到位，矛和盾都有了，还差一个能掌控一切的大脑。直播间人数突破100万，陈野终于等来第3位候选人。我又成功了！看，便携式高压脉冲发生器，一按开关，瞬间释放5万伏高压，方圆10米，人畜皆会麻痹，连草履虫都得跳霹雳舞。张大爷，冷静，我们是正经渔具公司，严禁电鱼，你这个太行了。切，不懂科学，这叫生物电流阻断，效率多高，一电一大片，剪都剪不过来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，我们和平科技是有底线的，要做合法生意。那没意思，挂了。哎，别急啊，张大爷，虽然不能电鱼，但我们需要神经信号模拟技术，跟鱼进行深层次的灵魂交流。你是说把电压调低1万倍，改个频率，像哄孩子一样哄鱼？对，而且鱼剧烈挣扎产生乳酸堆积，会使肉质变差。若能在中鱼瞬间释放特定麻醉波，这叫人道主义电子麻醉。有点意思，从暴力美学转向神经控制学。小伙子，你这脑回路比我还野啊！张国栋突然打来电话。喂，张队。陈野，你个兔崽子想干什么？爆破鬼才，科学怪人，雷电法王。你是想组建加强连攻打平安县城吗？张叔，您误会了，纯民用。您看，防挂底，防断杆，防空军，这逻辑多通顺啊！通顺个屁！我警告你，带着这3个人来局里备案，少一个人，唯你是问。各位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我们的3巨头。从今天起，和平科技正式起航。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：消灭空军。师傅牛逼，和平万岁！3巨头到来之后，和平科技的研发工作步入正轨，但是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3巨头全遇到了技术难题。不行，还是不行，这种东西做成鱼竿，鱼100尾就断了。老板，这微型装药不好弄吗？装药少了炸不开石头，装药多了连鱼钩带鱼线全炸没了。电压不可控，
幼鱼波的频率一旦和水波共振，就会产生高压电弧，直接变成了烤鱼片。凡人的智慧是有极限的，但系统没有。筒子，出来干活了。正在搜索解决方案。推荐商品1：初级分子重组粘合剂配方，售价5000积分，高科技位面工业胶水，专治死硬材料。推荐商品2：微缩定向爆破控制芯片图纸，售价3000积分，让核弹有鞭炮效果，鞭炮有核弹气势。推荐商品3：生物神经信号鱼类图谱，售价2000积分，收录全宇宙已知鱼类神经信号频率。如我很饿，我是妹子，快来追我的！全买了。3天后，定海神针一代诞生了。明天周末，咱们去老王钓场，给大宝贝开个光。众人来到了老王钓场，王老板直言陈野的生意狗都不做，徒弟赵多余二话不说使用超能力。王老板，今天这左边的坑我们包了，这钱够不够？陈大师，狗不做我做，不过咱丑话说在前头，你不能把我的鱼都钓走，也不能举报我。放心，我早就发朋友圈风干了。今天我绝对不钓鱼。不钓鱼？那你来黑坑干嘛？放生啊？我们是来搞科研的。陈野一行人带着装备来到钓位。老板，阵地构筑完毕，设备调试正常，材料应力检测准备就绪。多余，上定海神针。师傅，这玩意儿真的能有口？肤浅，这就得看张大爷的技术了。来，大爷，给咱们的鱼儿们上点科技与狠活。启动生物神经诱导模式，信号发射器传出细微的电流声，下一秒，整个黑坑的鱼群疯狂涌向陈野所在的钓位。我去，我的票横移了，不对，鱼没吃钩，鱼在跑。我的也是。刚才明明有个大洞口，结果那鱼里都没立饵料，直接撞开线组跑了。这是幼鱼，张大爷，您这是给鱼下了降头吧？成功了！现在他们脑子里这个信号源就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。建国挂饵上大货，拳头大的饵料入水，直接钓上镇堂老巨青。定海神针展现出绝对硬度，不弯的属性让巨青绝望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徒弟上鱼。不行啊，师傅，我拉不动。我上手倒是轻而易举，可是不能破戒啊！你们一起上。4人合力，巨青在空中划过抛物线，重重砸在防爆沙袋上。这是钓鱼，这是拔萝卜吧？这一刻值得载入和平公司的里程碑。你们都是好样的，我为你们感到骄傲。别急着庆祝，咱们得测测这杆子的连续作战疲劳度。要不这次换我试试，做实验而已，应该不算钓鱼吧？阿弥陀佛。陈野握着鱼竿，把钓组甩向鱼群中心，饵料入水，竿头传来沉闷撞击感。奇，老板不对劲，不是鱼口，是挂底了。果然。我一出手就出问题啊！陈野再次起竿，鱼竿依旧纹丝不动。切线吧，不能切，老板，这就是检验我微窗除障技术的最佳时刻。二狗，你想干嘛？你想炸别人的鱼塘？放心吧，老板，铅坠里的炸药当量也就相当于2个2踢脚，顶多冒个水泡。在李二狗的再三保证下，陈野最终答应引爆。艺术就是爆炸。呵，鱼塘中央水面炸开，一瞬间，黑色水柱冲至10米高空，淤泥、水草、死鱼飞溅。李二狗。这就是你说的2个2踢脚。哎呀，忘了水下压强效应，药量好像多加了1个0。怎么回事？漏了？不是漏了，好像是把排水口给炸开了。水底很快露出一辆破旧面包车。见此情景，陈野熟练地拨通了张队的电话，一旁的王老板却悔得肠子都青了。钓鱼就钓鱼，怎么还揭我老底？张国栋赶到现场之后，一查竟揪出3年前的骗保汽车案。王大发当场跪地招供。张队，案子破了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撤了？撤，人可以走，东西全部留下。这为什么啊，张队？这可是我们的研发样品，很贵的。很贵，我严重怀疑你们非法制造杀伤性武器，全部带回局里，交给技术科全面鉴定。还有你们几个，明天早上8点准时到市局报到，做笔录，写说明。咱们的和平大业出师未捷，装备先被缴了。看着张队带回来的一桌子硬核渔具，技术科长气得当场飞升。这哪是渔具？鱼竿能当坦克炮管，铅坠能切桥，幼鱼器能搞暴乱，这是兵工厂啊！那违规了吗？最气的就是这，全在民用擦边球里，挑不出半点错。堵不住就招安，这技术用对地方就是国之重器。我现在就给上级打报告。和平班子愁成苦瓜脸，以为家底要被端，结果张国栋带了个财神爷上门。张队，俺们没炸鱼塘，纯居家养老。少贫，这位是特种支队严队长，专门来寻货的。明人不说暗话，3倍价加上特许经营证，采购你们的渔具当执法装备，明天去西郊特种基地测试。妥了，保证让您见识见识什么叫民用天花板。和平科技车队一到，直接把特种基地门口搞成搬迁现场。老张，你说的高新技术企业就这草台班子。老雷，人不可貌相。雷教官好，这几项土特产不成敬意。打开检查。
蛇皮袋被打开的瞬间，全体队员立刻进入警戒状态。报告，发现雷管状物体和疑似 C4块状物。俺这是钓鱼铅坠，流体力学设计，入水丝滑。都停！是我让他们带样品来的。就这烧火棍，我手下铁柱一根手指头掰断。敢赌不？掰断我捐10辆装甲车，还把鱼竿吃了。铁柱到！雷老虎怒喊：“铁柱出列！”肌肉壮汉应声上前，气场拉满。陈野真要吃鱼竿，大型翻车现场预警。综合训练场上此刻围满了人，队员们都好奇地盯着场中那奇怪的组合。随便造，断了算我的。铁柱憋红着脸掰鱼竿，纹丝不动，又把鱼竿插地上后，整个人压上去，水泥的戳出了洞，自己却闪腰蹲地惨叫。肤浅，这是分子重组碳基材料，比金刚石硬3倍。雷老虎不服，推来大功率液压剪，结果剪子直接崩溃。张国栋傻眼，又吞了2粒救心丸。服了，这玩意儿有多少要多少。别急，二狗演是个微创除障，别搞太夸张。3层钢筋混凝土楼前，李二狗掏出硬币大的爆破坠，雷老虎满脸不屑。就这，我们破墙弹比脸盘都大。大没用，巨能炸药，4两拨千斤。李二狗贴好爆破坠后，按下遥控器，墙体开出光滑圆洞，下一秒楼塌一半。张国栋倒地狂吞救心丸。俺忘了算空气系数，这楼不经炸啊！反恐神器，这楼早该拆了。这东西全要。这位大爷是干啥的？负责通电。格局小了，他们玩物理，俺玩生物，给你们整个脑部按摩。潜水训练馆，特种蛙人全副武装前行。我们蛙人带军用抗干扰耳麦。低级手段，俺玩的是生物电。张大炮扔探头进水，按下遥控器，蛙人集体扭秧歌，说梦话。下一秒，张大炮手划开了狂暴模式，人狗混战。这哪里是电子对抗，这是全员降智打击啊！非杀伤性群体控制，防爆神器，这玩意儿我要定了。这时，训练馆的大门突然被推开了，一个穿中山装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，所有人集体呆住。和平科技的好运要到头了。宇文良气场全开进场，训练馆瞬间安静。陈野秒凑上前陪笑：“陈野，调潜艇，拆楼洗脑，你这渔具公司快成兵工厂了吧？那栋楼谁干的？俺就想开个微窗洞，稍微用力猛了点。技术来源说不清，管控定了。和平生重点监控单位，配方全交，专家组入驻转化，全要了。我咋养员工？巨额转让费加居民融合许可证，另外允许生产90%威力阉割的民用版，干不干？成交。钱啥时候到账？这小子眼里只有钱。大方向定下来了。”接下来就是一场堪比菜市场砍价的拉锯战。鱼竿降强度，亵渎科学，加铅到30斤，只能钓大鱼。炸药禁售。唇枪舌剑几小时后，二人最终达成协议。陈野啊，以后多往海防靠，海里比河里精彩。保证完成。兄弟们，3个亿到账，和平科技正式起飞。回公司准备民用版上市。定海神针、松土器、打窝宝3款产品上市1周爆卖，陈野数钱到手软，结果客户群体彻底跑偏。师傅。销售额炸了，但评论不对劲。开签队求松土器静音版，大妈用打窝宝，跳广场舞，安保用鱼竿劝架。咱初衷是钓鱼，不是卖工具啊！有人用鱼竿拉上落水的牛，那是救生器材。深夜2点，赵多余忘带公章折返，竟听见董事长办公室有哭声。何方妖孽，敢在和平科技撒野！赵多余猛地推开门，目瞪口呆地看见陈野坐在一堆酒瓶中。师傅，您咋了？师傅心里苦啊。去会所。技师问我打窝宝有货没？吃西餐，厨师求我给鱼竿签名辟邪，张队防我像防贼，我连河边都不敢去啊！师傅，我懂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我就想钓鱼，哪怕空军钓白条，只要有正当理由让我甩一竿，老子命都押上。师傅的风干防线彻底要塌了。次日，陈野带着黑眼圈在大厅溜达，电视里突然插播紧急新闻：江林33名师生乘坐的大巴在沿江公路18湾处失踪。江面无漂浮物，搜救陷入僵局。陈野正犹豫要不要出手，张国栋的电话就打来了。张队，我有保护号和装备，能帮忙。陈野，在家待着。你那体质，万一害了孩子怎么办？这是命令，别添乱。别添乱嘛。黄金救援72小时后，执法队搜救无果。33个72小时一过才刷新，我果然是散播讣告的死神。师傅，家属去江边烧纸了，他们都绝望了。去江边，我不带鱼竿，就看看。陈野来到江边，这里纸钱漫天，哭声撕心裂肺。大哥，你这是？陈大师，求求你找找我儿子亮亮，这是他买的鱼竿，他还没来得及去钓鱼。执法队找不到，他们说你风干了，求求你破个件，哪怕是尸体，让我带他回家。这根杆子借我用用。多余，通知公司拖来保护号，让李二狗和王建国带上所有家伙事儿。今天我不钓鱼，我钓命。保护号行驶至回水湾，被执法巡逻艇拦住。陈爷，你疯了！
回水湾全是泥沙暗流，校车绝不可能在这儿，快停船！张队，你们声纳蛙人全上了，找到什么了？既然今天科学没用，就用我的玄学试试。多余，冲过去。是，师傅。保护号冲破封锁，停在回水湾中心。陈野低头看系统界面，灰黑色光点显现在正下方42米处。师傅，普通前缀根本到不了底，会被冲走的。普通的当然不行，这是李二狗改装的追踪信标，带磁吸和定向炸药。建国，线组强度够吗？老板放心，特种钢缆抗拉10吨，只要你腰不断，线就不断。陈野将铅坠挂在定海神针上，铅坠带着钢缆刺入江水，线杯飞速转动至42米停止。给我重！多余！开绞盘！液压绞盘轰鸣作响，保护号被拽得猛地倾斜。警告：骨骼承载力达临界值，肌肉纤维断裂风险90%，建议切线。别给我弹警告，我要力量。检测到宿主意愿强烈，可兑换1分钟临时高级体质，消耗1万积分，是否确认？换，给老子起！动了，师傅，江底的东西动了。亮亮，爸爸在这。1分钟过后，陈野无力地瘫倒在甲板上，双手虎口崩裂。张队，你看，我又空军了，这么大的沟，一条鱼都没钓着。辛苦了，陈野。是34个人。前一秒还虚脱无力的陈野，下一刻猛地推开张国栋，踉跄着一把揪住赵多余的衣领。多余被冲锋舟下游芦苇荡，还有人活着。陈野，你疯了！你身体都快散架了，交给搜救队。来不及了，我的直觉不会错。快开船！所有单位跟上那艘冲锋舟，他要是出事，我唯你们是问。狂风暴雨里，冲锋舟在浪里颠簸前行。陈野咬牙忍着浑身的剧痛，双眼死死盯着那抹越来越暗的绿光。快点，再快点！师傅，前面有暗桩和烂木头，再快要翻船了。别管，往左边回流区切，撞过去。冲锋舟劈开芦苇，停在一堆枯枝旁。陈野趴在船舷，用抄网拨开枯枝，露出一只抓着浮木的小小的穿着黄色校服的手。师傅，是孩子，愣着干什么？救人！两人把男童拉上船，男童脸色青紫。陈野跪在船舱为其做心肺复苏。醒过来，给老子醒过来！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渔获。张国栋带着执法船赶来，见孩子活着，眼眶瞬间泛红。陈野虚弱倒地，陈野被担架抬到岸边。张国栋拦下想要上前道谢的家属，让他歇会儿吧，他累坏了。恭喜宿主完成隐藏成就生命的空军，奖励积分5万，特殊称号大江眷顾者，水下闭气时间加5分钟。筒子，算你还有点良心。师傅，您太神了，那孩子真是您算出来的。想学吗？我教你啊。陈野醒来，被病房的阵仗吓懵。多余，这是贡品？难道我死了？师傅，您瞎说，这是亮爷爷送的，孩子活过来了，目前还在观察中。他爸在医院门口跪了1夜。这次谢谢你，这是20万见义勇为奖金。市里想请你做特聘专家。别，我就想安安静静钓个鱼，不想破案。我帮你挡了不少人，说你在接受精神治疗，随时可能咬人，你好好养伤，别再惹事。多余，我想尿尿，但是动不了。师傅，我早准备了，全自动战术排泄辅助系统，还能分析尿液成分。滚！扶我去厕所。这是男人的尊严。我就想钓条麦穗鱼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1周后，陈野留下了看水就慌的后遗症。张国栋和赵多余直接安排脱敏疗法。心理医生说脱敏疗法治 PTSD， 你看水就慌，今天必须练。师傅，您昨天差点把浴缸给砸了，这是病，得治。那是条件反射，浴缸跟校车太像了。师傅，特意买的高仿真塑料鱼，绝对安全，钓这个肯定没事儿。多余，我是和平科技董事长，你让我用这个钓。呵，上鱼了。陈野提竿，海水栽被打起，池水哗哗流走。哈哈哈！陈野啊陈野，你特么是天才，怎么精准勾住塞子的？我也许救了全世界，却还是个连塑料鱼都钓不到的废物，这就是命啊！就在这尴尬的时候，李二狗的电话打了进来。老板不好了，有人骑在咱们脖子上拉屎了。一场闹剧般的脱敏治疗草草收场，可麻烦却从海上找上门来。好好说话，二狗，谁拉屎？咱们有保洁阿姨。是那个国际路亚冠军大卫史密斯，这孙子在平台发视频，我发给你看。陈野打开了李二狗发送的视频，赵多余与张国栋围了过来。嘿，看看这神秘东方的工业垃圾，这重量，这做工，也就野蛮人才会用。垃圾就该待在海底，东方大师就是个笑话。
臣，5天后我们来一场比试怎么样？输的人把对方鱼竿嚼碎，不敢来就是缩头乌龟。太嚣张了，师傅，咱们必须怼回去。这一波不把你钓成咸鱼，我就不姓陈。多余，通知公司，让3巨头把压箱底的家伙都搬出来。5万积分疯狂燃烧，爆护号 2.0 版本紧急升级，钓鱼佬的尊严必须用黑科技守护。兑换利维坦之星引擎，全频段驱鱼器，深海装甲涂层全买了。老板，这超远程打窝器能把10公斤动饵扔1公里，顺便物理清除障碍物。装甲涂层软可贴浪，硬抗子弹，完美适配暴力美学。大功率声波驱鱼器已升级，保证让对方空军到怀疑人生。大卫，准备好迎接东方钓鱼佬的友好问候了吗？爆护号停在码头，船头打窝器高锁，船尾喷着蓝色火焰。张国栋指着炮管一脸震惊：“陈爷，你这船头装的是炮吧？你要去公海打仗？”张队，这是定点精准打窝器，海鱼跑得快，不用重器喂不到嘴边。张叔，咱们是去赢回钓鱼佬的尊严，不能输了气势。我警告你，别搞出击沉他国舰艇的新闻，否则我扒了你的皮。放心，我眼里只有鱼。爆护号开启狂飙模式，65节航速让赵多鱼体验到了什么叫速度与呕吐。师傅，减速！我要死了！这船稳得像平地，但我眼睛要花了。年轻人，这点风浪都受不了，以后怎么继承我的衣钵？我再也不装逼了，我想回家喝粥。晕船这点小事，比起大卫的嘲讽，根本不算事。终于抵达战场，爆护号的暴力美学直接给大卫看傻了。陈，你这是从废品站捡的运煤船，丑爆了！这大棒棒糖是啥？这是喂饭式钓法专用打窝器，不懂别瞎逼逼。你装的是炮，你要发动战争？这是高端科技，钓鱼佬的事你少管。少废话！5小时路亚对决，输的人吃鱼竿。没问题，让你见识下东方钓鱼佬的厉害。师傅，大卫都要上鱼了，咱们快下竿啊！急什么？先改改风水，去把绿色按钮按了，功率开到最大。这是生态保护模式，现在保护环境，让你按你就按。赵多鱼按下按钮，爆护号随即发出次声波，水下的鱼群顿时疯狂逃窜起来。大卫连续2小时一口没有，心态直接崩了，这还好像被抽干了一样。怎么回事？鱼呢？我的鱼呢？一定是那个人搞的鬼。大卫，慢点开，我刹车不好，小心追尾。我去，这到底是什么船？怎么甩不掉？这哪里是钓鱼比赛，这是猫捉老鼠。4小时过去，大卫空军到怀疑人生，陈野却在甲板烤鱿鱼。师傅，大卫快哭了，咱们赢定了。钓鱼比赛的最高境界不是自己上鱼，是让对手空军。大卫，吃点嘛，孜然味的。这个疯子，他根本不是来比赛的，是来折磨我的。比赛时间到，2艘船停在海面，鱼护都是空的。停局，我们都是0停局。可惜了，我还带了芥末，准备吃鱼干。今天的气压不对，改天再战。海面上，海神号快速驶，却被5艘快艇乘善行包抄。师傅，大卫那边好像出事儿了。是海盗，为了遭遇海盗，陈，我知道你在附近，救救我，我给你钱。丁，触发突发事件，解救大卫，并给予海盗毁灭性打击。任务奖励来自大卫的尊敬。大卫先生，你的救援正在送达。多余，想当国际英雄吗？不想，我想回家。来不及了，去把冷冻舱的蓝鳍金枪鱼拿来，给海盗上硬菜。那个钓鱼佬过来送死吗？给你们送鱼饵来了。赵多鱼抱起50斤重金枪鱼硬塞进发射槽，陈野猛地按下发射键，冰鲜大鱼尖笑着直扑海盗船。那是一条鱼。海盗以为来了肥羊，没想到遇上了战狼级钓鱼佬，终于炮弹直袭。冻了半年的金枪鱼，硬度堪比花岗岩，这波物理超度没毛病。海盗火力全开反击，却见爆护号如移动堡垒，子弹打上去全被弹开。师傅，爆护号被火箭弹打中了。慌什么？这是金钟罩，你们赔得起我的防撞期吗？反击，把它打成筛子。国鱼时刻开始，爆护号加速一波，海盗快艇被撞断，海盗们纷纷落水。好，跳海，分头跑。想走？问过我的杆子了吗？陈野召唤系统，锁定目标，开启吸附模式，成功吊起海盗头目。中鱼，放开我！我是摩加迪王子。王子正好缺个打窝的。师傅，这也能钓？只要钩子甩得准，人也是鱼的一种。来。往上称重。大卫站在海神号船头，看着陈野的骚操作，激动的热泪盈眶。在真神面前，我不配拿杆子。陈大师，万物皆可钓，您这是功夫钓鱼，我愿尊您为世界第一路亚之神。低调，我只是运气好，挂到了垃圾。不，您太谦虚了，残局我来处理。国际执法赶到，看到被当渔获处理的海盗头目，集体猛圈。这位先生，这是
我的渔获，钓鱼佬的原则，上钩了就要负责。没错，这是路亚竞技中的合理碰撞。执法们对着陈野千恩万谢后，将海盗头目拖走。陈大师，能不能教我那招钓人的技巧？我交学费。先吃饭。我损失了一条蓝鳍金枪鱼，你得赔。30海里外，我的天堂岛正筹备明天的慈善拍卖，顶级海鲜管购。无人知晓，暗流已在盛宴下涌动。师徒俩坐船到了天堂岛，直接被奢靡场面震麻了，仿佛真的来到了天堂。欢迎来到我的王国，陈大师。大卫铺张了，我们钓鱼人讲究心境，有请模特的钱直接折现给我不好吗？是，大师教训的是，快，请上车。晚宴开始，花园里名流云集。大卫端来黑松露配鱼子酱，陈野一口吞下，如同石沉大海。没了，有炒饭吗？泡面也行。火包子。你们别生气。那是阿米尔王子，萨利亚石油大亨，狂热军事迷，非正常垂钓爱好者。头顶一块布，全球我最服。大卫，我的朋友，听说那个用鱼竿把海盗船砸断的东方巫师就在你这里。王子殿下，这位就是陈野，陈大师。原来是你，我看过你的视频，陈，你很棒。不讲了。那只是运气。我研究过你的船，其发射装置基于高压气动原理，轻盈且无红外特征，船身涂层能弹开 RPG， 真主在上，这简直是艺术品。坏了，遇到行家了，殿下，您误会了，那个真的只是用来打窝喂鱼的，那个涂层也就是防海浪和礁石的。我懂，民用，嘿嘿，这个词我喜欢。没错，王子殿下。我们和平科技的主旨就是用最硬核的科技服务最普通的钓友。我们的口号是除了鱼什么都能钓。好一个除了鱼什么都能钓。阿米尔从怀里掏出镶钻黑塔，塞进陈野手里。我要500套打窝器，1000根防爆鱼竿，定金5000万，是陈再付10倍。换算成票子，那是多少个零啊？就在陈野幻想躺前堆里游泳时，系统直接弹出高风险警告，刑期无期起步。陈野瞬间从天堂跌回地狱，颤抖着把黑卡推给阿米尔。殿下，这生意我不能接，嫌钱少，我可以翻倍。不是钱的问题，我们和平科技虽是民企，但我们的技术已经上交给了国家，卖给您我就得去深造了。原来如此，太可惜了，我真的很喜欢那根棍子。生意做不成，但人脉不能断啊，这可是萨利亚土豪，多个朋友多条路。陈野把杆子递上。殿下，生意虽没做成，但朋友还是要交的。这根杆子是我随身备用品，就当我个人送您的礼物，作为我们友谊的见证。好东西，这才是男人的武器。陈，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这是回礼，虽然不值钱，但也是我的一点心意。多谢殿下，以后来龙国，我请您去台钓。我花了多少钱想跟阿米尔套近乎都没成功，他用一根棍子就搞定了，这就是大师的魅力吗？赚了，组织总不能没收吧？但为啥心里突突呢？回到房间，陈野心中的不安愈发强烈，急忙翻找防弹装备。师傅，你找啥呢？饿了找泡面。找命！陈野熟练地穿上防弹背心，将另外一套丢给赵多余。赵多余一脸懵逼地盯着防弹衣。师傅，咱们明天不是参加慈善拍卖会吗？穿这个是不是有点不礼貌？明天会有大家伙，记住为师的教诲，钓鱼佬永不空军。同理，当你觉得有事要发生的时候，那就一定会有事发生，这叫墨菲定律，懂吗？师傅，我们要穿着睡吗？硌得慌。忍忍就好了，咱俩今晚背靠着背睡，你挡前面，我挡后面。次日晚，拍卖会如期顺利举行，迎来了压轴的环节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接下来是本次拍卖会的灵魂，传说中能带来永恒幸运的深海粉钻鱼神之泪，起拍价5000万。切，还没有我2块5买的夜光珠亮。随着阿米尔3亿拍下粉钻，宴会厅的灯光骤然全灭，穹顶的玻璃被暴力击碎，一伙武装暴徒从天而降。卧槽，真出事了！所有人不许动，趴下，跪钻。师傅，真出事了，你的嘴开光了啊！都不许动，谁动打死谁，这就是不听话的下场。这是冲着人来的，也是冲着祸来的，躲在这不是办法，迟早会被揪出来。师傅，你要炸哪儿？别把承重墙炸了啊！这城堡塌了，咱们都得死。放心，为师是专业的。下一刻，墙角爆炸，陈野揪着赵多余钻进通风口，暴徒冲过来，只瞧见冒烟的洞口。师傅，太黑了，我怕什么？这环境多好啊，光线昏暗，像不像咱们夜钓的感觉？师傅，咱能别用钓鱼术语了吗？这后面有拿着 AK 的恐怖分子在追啊！在钓鱼佬眼里，众生平等。陈野在离地20厘米的位置拉出一根 PP 线，布下陷阱后，拉着赵多余躲进旁边配电房。这叫绊马索？不对，这叫防切线前导。1分钟后，2名暴徒被 PP 线五花大绑，挂在了走廊顶部管道上。师傅，敲闷棍也是钓鱼技术的一种，这叫控鱼。系统地图上，
一个巨大的红色光点正在主楼大厅闪烁。系统地图上，一个巨大的红色光点正在主楼大厅闪烁。走，多余。既然这窝子已经打下去了，不钓条真正的大鱼上来，我不甘心。钓鱼佬绝不空军。师傅等我，我也要钓大鱼。陈野趴在水晶吊灯底座上，看着下方正转移拍品和人质的暴徒，在心里光速制定好战术。多余，你去那边趴着，到了之后就开枪。师傅，我要打哪里啊？头吗？打什么头？打灯，制造混乱，这叫金窝。我懂了，师傅。赵多余爬到通风口，闭着眼睛开枪打灯罩。虽然枪法烂，但制造的动静直接让大厅乱成一锅粥。有人偷袭，3点钟方向，不要乱，控制住场面。趁暴徒注意力被吸引，陈野绑着 PE 线从10米高空跳下去，甩出烟雾弹。天降正义，不对，天降打窝。陈野落地在暴徒中心，用鱼竿将暴徒鱼竿翻离地。路亚奥义，暴力扬竿，水面系波爬，精准定点抛投。8名暴徒全躺在地上，陈野站在拍卖台前，脚踩暴徒胸口，手持长棍指着富豪们：“各位老板，不用怕，和平科技虽迟但到。”上帝啊，是陈大师，我就知道他是来自东方的战神。警告！极度危险！极度危险！谁也没注意，陈野身后一直沉默低头的适应生缓缓站直身体，黑洞洞的枪口直直对准了陈野。完美的表演，但好戏结束了。陈野惊恐回头，千钧一发，赵多余飞身扑了过来。师傅，小心！陈野看着趴在自己身上一动不动的赵多余，大脑一片空白。多余，你醒醒啊！我们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，我还有很多技术没有教给你呢。施师傅别摇了，再摇晚饭都要吐出来了。多余，你回光返照了。哎，我没中枪，师傅，我好像没中枪。你什么时候练成反伤甲了？谁打你谁死。要是靠什么反伤甲，你徒弟现在脑浆都已经凉了。没对，你是天使吗？你来救我们了。我是来执法的，算你们命大，再晚一点点，你俩就没命了。怎么回事？你这伤……我卧底遭遇队友叛变，对付叛徒耽误时机，赶到时正撞见歹徒持枪对着你。雷队，你是我的再生父母啊！以后和平科技给你打5折，不，免费。放手，赵多余，你把鼻涕擦我防弹衣上了。清晨，国际执法登岛接管了天堂岛，陈野呆呆地守在鱼神之泪旁。我的朋友，感谢上帝，你没事。停，殿下有话好说，别动手动脚。这玩意儿是证物吧？什么证物？这是我拍下来的。臣，你救了我的命，这颗钻石送你了。殿下，这可是3亿。3亿怎么了？难道我的命不值3亿吗？臣，你必须收下，否则就是看不起我阿米尔。实不相瞒，我们公司最近在研发一款高端渔具，正好缺这么一个核心部件。太硬核了，我就喜欢这种暴殄天物的工业美学。告别了阿米尔和大卫，师徒俩带着鱼神之泪，忐忑地踏上了回国的旅程。暴富号驶入领海，2艘公务船一左一右将其夹在中间，快速向码头行驶。见此情景，赵多余内心慌的一批。师傅，这阵仗是不是有点太大了？冷静，这叫规格，懂吗？咱们现在是为国争光的英雄，这是来接咱们去庆功的。庆功？去哪儿庆？看守所吗？完了，这小子戳中我心坎了，我也慌得要命。茶室环境清幽，茶香袅袅，陈野却如坐针毡。小陈啊，尝尝今年的新茶。谢领导。这次出去玩得开心吗？还行，主要是为了消除国际友人对咱们的误会，顺便搞了点团建。团建好啊！李文良掏出陈野的战绩报告单，报菜明示的念起来，惊得陈野冷汗直流。是他们先动的手，我这就是个卖渔具的，纯属正当防卫。你的那些特殊东西咋来的？和平科技主打就是一个皮实耐用。哈哈哈，好一个皮实耐用！上面开过会了，我们有意向特招你入组织，待遇从优。招安，赤裸裸的招安。上班写报告绝对不行，我可是要当钓鱼王的男人。领导还是别了吧，我就是个俗人。一番交谈过后，双方达成默契，陈野获得自由行事的空间，同时接受监管与合作，一场特殊的合作就此敲定。对，小陈啊，有些技术改一改，留个后门，还是可以出口的嘛。绝对没问题，只要让我继续钓鱼，咋都行。行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对了，那个萨利亚王子送你的钻石，记得交税。连钻石都知道，该不会眼线装我身上了吧？虚惊一场，自由保住了。第二天，陈野在公司找了一圈，也没有找到赵多余，大概是被老爷子喊回去了吧。也好，清静。1周过去，赵多余仍旧音信全无。正在陈野犯愁怎么调出赵多余时，赵多余的亲爹赵天恒却找上门了。陈先生久仰大名，早就听家父和犬子提起过你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年轻有为。赵总客气了，我也常听多余提起您，说您心怀天下。这阵仗比公海的海盗还头疼，海盗拿 AK， 他们拿法条。赵总今天大驾光临，是为了多余的事吧？
陈先生，那就我直说了，我儿子是精神病，我作为父亲有权接管他名下和平科技49%的股份。赵天恒将精神病诊断书递给陈野，看着手里的诊断书，陈野一口茶差点喷出来。赵总，这玩笑开大了，多余顶多是个中二病，您抹黑亲儿子，绝不只为这点股份吧？我喜欢跟聪明人说话。赵天恒示意律师离场，办公室没有外人时，他终于说出此行的真实目的。律师团撤去，对峙的锋芒收了，办公室的气压却更沉了。赵氏布局能源，我需要你帮我跟阿米尔王子搭线。这事直说就好，何必关着多余？这是生意，也是保命符，多张底牌总没错。你帮我搭线，多余股份不动，不答应，和平科技大股东易主。赤裸裸的威胁，先缓一缓，我不懂能源、石油，万一搞砸赔不起，容我考虑5天。可以。这深灰光点不对劲，上回在陈溺校车见过，代表毫无生气，这老狐狸有问题。陈也决定先探查赵天恒底细。蹲守的第3天凌晨，雨口终于来了。陈也跟着赵天恒来到一栋破旧公寓楼。这哪是破公寓，这就是个伪装成贫民窟的堡垒，无死角，监控加巡逻，硬闯不行，得从长计议。要是有双隐蔽的眼睛就好了。丁，检测到宿主急需帮助，推荐技能万物互联，寿临城下，价格2万积分。功能与招财视觉共享30分钟，意念指挥。副作用：视觉断开后可能出现物种认知错乱。这狗系统绝对是故意的，为了多余豁出去了。兑换积分扣除成功，当前余额0。温馨提示：穷鬼该去钓鱼赚分了。回家带招财去。凌晨，一人一雕来到了公寓楼围墙外。那100根火腿肠不是白吃的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去吧，招财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技能连接成功，当前处于旁观者模式，可意念指挥，请勿强行夺权。这就是动物的视角了，太奇妙了，连空气中的尘埃都看得见，嗅觉还这么灵敏，泥土味、腐烂味、生人味全来了。招财，继续深入，咱们是潜入，不是无双。招财钻通风管道溜进了公寓楼，停在百叶窗风口前。陈也透过招财的母镜，看到了颠覆认知的一幕。公寓楼内部是极简白的大空间，摆放着太空舱、离心机、显微镜等精密仪器，防护服人员在仪器间忙碌。这是什么鬼地方？这也太科幻了吧！这特么是赵天恒搞的？难道是研究生化武器、造丧尸？这扇门后绝对是解开多余被囚之谜的钥匙。门后走出的人让陈也心脏骤停，那是赵天恒，却又不是那个儒雅的江陵首富，活脱脱一个油尽灯枯的不可。化疗、透析，系统的灰色光点，不是阴谋诡计，是死亡。怪不得他不惜撕破脸威胁我。赵氏集团千亿巨轮要没掌舵人了，他怕多余被商业巨鳄撕成碎片。阿米尔的能源帝国是多余的铠甲啊！丁，技能持续时间已耗尽，强制断开连接。感觉脑浆子被摇匀了，副作用来的猝不及防。陈野的人类理智开始和雪貂的本能博弈。我想在电线杆上留下印记，宣示主权。不行，我是人，我是陈野，和平科技董事长，不能被雪貂的本能控制。另一边，招财失去精神力支撑，狡猾从百叶窗风口掉下去，直接和赵天恒四目相对。这是文言的小子的雪貂，好小子，连这都能让你找进来。别慌，推我去阳台，陈野肯定在附近。赵天恒被推到阳台，扫视楼下荒地。当他看到陈野的那一刻，纵横商海30年的首富彻底愣住了。这是在干什么？特工潜伏，战士强攻，怎么是这个姿势？陈野扶着电线杆，高高抬起右腿，标准的狗狗标记领地姿势。哟，赵叔，这么巧，你也出来赏月？哈哈，把儿子托付给这小子，真的靠谱吗？好像挺靠谱的，至少他够野，能在这吃人的世界里护住多余。陈野，上来吧，聊聊。好嘞，赵叔您稍等，我这就来。小陈呐，你这大半夜的全副武装，是准备把我这把老骨头炸上天，给多余助兴？我这是夜钓路过，看见荒地就想探探路，职业病。倒是赵叔您，这发型挺别致，返璞归真了。人老了，头发命留不住的就是留不住。进来吧，外面风大，陪我这个孤寡老头子喝杯茶。赵天恒以更衣为由晾了陈野半小时，钓鱼老苗本，这是男人的尊严。
二人没有过多寒暄，陈野直接开门见山。所以您搞这么大阵仗，就是为了给多余铺路？是救命！赵氏集团跟我一样病入膏肓，我一倒，银行抽贷，股东反水，赵氏和多余都会被撕碎，还会连累江林。我需要一笔干净、有背景的巨量活水。靠那个玩鹰遛狗的阿米尔王子？没错，看在多余面子上，我本就会帮，何必演这出？陈野，多余能交到你这个朋友，是他这辈子最大的运气。可求你是人情，会好玩，拉你成共犯，哪怕我死了，你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也会把这条路走下去。一番话既有威逼利诱，又掺杂着真情实意，陈野心中五味杂陈。好，但我有3个条件。你说。第一，立刻放了多余，他有权知道真相。第二，撤销律师函和精神病鉴定书。第三，您得撑住，撑到多余能独当一面的那天。您的命现在挂在我的钩上了。我可以答应你，唯独一点，希望多余晚点知道，至少等萨利亚的事了之后，可以吗？成交，合作敲定。陈野收起托孤协议，戏要做全套。多余现在在哪？江林市第1精神卫生中心。精神病院？我以为鉴定是假的。假，生意上的事不能马虎。我包了独立疗养别墅，保镖装病友，医生护士都是特级教师，治病之余还能教他知识。陈野惊掉下巴，心中默默心疼自家徒弟。1分钟，带着招财连忙溜之大吉。陈野救出赵多余后，急匆匆带他回到了家。师傅，我们真要走？走，他能把你关进精神病院，下一步就能把你绑去太空挖土豆。咱们这叫战术转移，懂不懂？领导，我要带多余去萨利亚和阿米尔谈渔具出口。萨利亚局势微妙，注意安全，手续10分钟后生效，别给国家丢脸。明白，维护世界和平嘛。大哥，你们是去执行特殊任务？不该问的别问，我们只是去送点土特产。大哥坐稳，20分钟送你到机场，为了国家。中。师傅，这推背感比跑车还强，这也是计划的一部分吗？算是吧。长途飞行，钓鱼佬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，睡一觉，梦里都是鱼。师傅，你说阿米尔王子会带我们去钓沙漠鱼吗？别吵，等我睡醒就带你钓。师傅为了救我，累坏了还背井离乡，这份恩情我这辈子都报不完，我一定要帮师傅把生意做大。飞机落地萨利亚，师徒俩走出机场，就被一队雇佣兵拦住去路。师傅，这是欢迎仪式吗？太有排面了！多余快跑，这是绑架，敢动我徒弟，你们等着。2名雇佣兵上前夹住陈野，陈野刚想反抗就被套上头套，随后后颈一疼，意识模糊。这刚落地就凉了，因果律能不能换个玩法？一盆骆驼饮水槽的脏水唤醒了沉睡的钓鱼佬。卧槽，原来是冲着那颗粉钻来的，那玩意儿早被我丢公司笔筒里了。陈野解释钻石不在身上，可是语言不通。鬼啊！师傅救命！别嚎，快跟他说，钻石在国际物流，明天到。一阵鸡同鸭讲后，刀疤脸放下了枪，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后离开了。师傅，明天没钻石怎么办？我们会死的，我还没谈恋爱。哭什么哭？只要没断气，这鱼就还有的溜。陈野撅着屁股，示意赵多余咬腰带里的微型鱼钩。这波操作多少有点哲学。这2个龙国人在干什么？反正明天就要死了，不管他们了。等老子出去，非把你们当路亚亮片甩。趁着看守聊天打屁的间隙，陈野快速割断自己和赵多余的尼龙扎带。筒子爹，显灵，再装死你就换宿主了。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。红子，这红点能救命，别让我喂白蚁啊！少年，尽管甩干吧。真正的钓鱼大师从不怀疑自己的直觉。接下来就交给奇迹。师傅，我们冲出去跟他们拼了！我用砖头。拼个屁！外面是 AK， 你那是红砖。等晚上夜钓才是我的强项。深夜，土坯房漆黑，陈野脱下鞋带，连接成鱼线，挂上鱼钩。待会儿不管听到什么，抱头蹲下，闭嘴，准备见证奇迹。师傅，你要变身了吗？这是手撕钓法，赌一把力学平衡。陈野瞄准房梁红点，甩出鞋带鱼线，鱼钩精准咬住房梁红点，发出轻微脆响。睡！给我下来！下一幕，连锁反应开启，刀疤脸从床上弹起，慌乱中摸枪，误扣扳机打到2名同伴。外面巡逻的3名雇佣兵冲进来，被门口瓦砾绊倒。1名雇佣兵腰间的手雷不慎弹出。不到1分钟，全员光速下线。系统给的红点太猛了，一竿子把基地强拆了。师傅，你真不是神仙，就甩了一下鞋带，他们就全死了。这叫蝴蝶效应，我这一钩就是撬动了他们命运的支点。恭喜宿主完成隐藏成就，一钩灭队，评级 SS 级，奖励积分2万，称号沙漠死神。
具有沙漠垂钓时意外概率加200%的效果哦。神特么沙漠死神，这是奖励还是诅咒？师徒俩偷偷摸上一辆越野车，凭着钓鱼人的直觉开车跑路。10个小时后，越野车油耗尽熄火，正午的阳光毒辣，两人又饿又渴。师傅，我们是不是迷路了？我好像看到红烧肉了。那是仙人掌，带刺的。你想变刺猬吗？完了，没导航，没地标，难道要被晒成人干？就在师徒俩绝望之际，一架武装直升机出现在上空。师傅，是外卖到了吗？动静好大！快跑，可能是仇家找上门了。陈，我的兄弟，别跑了，你再往前跑500米就越境了。邻国边防军很凶的，所以你追了我一路，还动用了武装直升机。我追了你好久，你跑我追，实在没办法才调直升机的。上帝保佑，差点没赶上。石油王子阿米尔为陈也准备了盛大晚宴。陈，我的兄弟，我要向你表示最诚挚的歉意。绑架这件事其实赖我，前几天大嘴巴子了，我会全力调查，给你一个交代。算了，人没事就翻篇吧。调查难度估计比登天还难，不如顺水人情，好为接下来狮子大开口做铺垫。陈，我就知道你是个宽宏大量的人。殿下，误会解除，那咱们谈谈和平科技产品出口的事。有多少我要多少，价格你随便填。敬咱们友谊长存，多余给殿下满上。殿下，咱家乡话说，感情深，一口闷。这傻小子完全不知道家里的危机。也好，让他开心几天是几天。酒过3巡，赵多余趴在了桌子上。陈也知道该谈正事了。殿下，除了渔具，我们还想谈谈石油合作。赵氏集团想承包部分工程。陈，不是我不帮你，石油矿是家族核心产业，几十个王子和元老都有话语权，我一个人说了不算。这么复杂，那有没有别的办法？这涉及国际关系和利益分配，我真的无能为力。完了，赵天恒的希望要落空了。这一波难道要空军？石油谈判虽然失败了，但在阿米尔的热情招待下，赵多余每日都玩得极其开心。可陈也却心情沉重，准备独自夜钓缓解焦虑。陈也找到一处绿洲湖泊，甩出鱼饵，鱼线毫无征兆绷直。卧槽，这么大的劲儿！这沙漠里居然有巨物，今天绝不能当空军。跟我斗，你还嫩了点，再坚持一会儿你就输了。检测到宿主沙漠死神称号，触发稀有气象事件微型超强沙尘暴。我靠你大爷，筒子，你玩我呢？龙卷风席卷湖面，陈也被狂风裹挟。我的鱼竿不能松手，不行，命重要。我的定海神针系统，我跟你没完。龙卷风过后，陈也不死心，潜入湖底找鱼竿，却撞见了更吓人的东西。这不是鱼，是鳄鱼，怪不得力气这么大，敢咬我的狗，今天就让你付出代价。陈也挥起定海神针，狠狠砸向鳄鱼的脑门，鳄鱼被砸得晕头转向。陈也抓住机会，把松土器塞入他口中，给你吃个大宝贝，让你知道空军老的厉害。陈也蹬着鳄鱼肚皮浮上岸边，按下起爆器，湖底传来了2声闷响，湖面突然喷出10米高的黑色石油柱，淋了陈也一身。这是石油，我炸鱼把石油炸出来了。石油喷发引来了驻军，满身油污的钓鱼佬被当成了盗油贼。不许动，放下武器！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我在钓鱼，不小心把石油炸出来了。钓鱼能炸出石油？你当我们是傻子吗？我说的是真的，但这话听起来确实像瞎编的。这时阿米尔和赵多余赶到，专家拿着仪器上前检测。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我操，师傅，你这是去赤道附近进修回来了？陈，你简直就是神！随手试了一杆，没想到这就喷了。殿下，这不是天然油井，是私接的盗油黑管，没有在王室注册过。什么？话音刚落，阿米尔的叔叔一众亲王就赶到了现场。阿米尔，这是王室内部的事，你带来的人你自己处理。看着凶神恶煞的哈迈德亲王，陈也的心瞬间凉了半截。完了，别说谈石油生意了，这下小命都快不保了。陈也返回行宫，为了清洗身上的石油，直接用上了工业清洗剂和硬毛刷子。轻点，这是皮，不是铁皮，你这是刷锅呢。先生，这原油太粘了，不用力洗不掉啊。慢点开，洗坏了算你的。触发突发任务，萨利亚惊变，协助阿米尔王子查清盗油真相，并在此过程中保住小命。任务奖励：特殊道具石油探针。道具说明：无论在沙漠的哪个角落，只要插下去，100%喷油。有这个探针，赵氏集团的命就续上了。这任务必须干啊！再轻点。为了彻查盗油黑管事件，师徒2人被禁足。几天后，城市一角突然传来巨响，防空警报响起。陈、赵，快跟我走，车已经在楼下了，马上送你们回国。哎，殿下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刚才是哪里炸了？没时间解释了，萨利亚，变天了，我绝不能让你们卷进来。到底怎么了？不说清楚，我们不会走的。调查组被汽车炸弹袭击，证据指向我父亲的中央矿区，他已经被带走调查了。这是陷害，哈迈德亲王是最大受益者。哈迈德已经控制了局面，接下来会清洗一级。陈殿下，我们不走，我要留下当饵。什么？放心吧，殿下，你爹就是我爹，我一定会把咱爹救出来的。
师傅，不愧是你，这么快就想到办法了。谁说我有办法？那你这种层面的事，当然要交给大人物处理啊。荣卫士打个电话。李爹，我在萨利亚发现盗油黑管，还能帮阿米尔他爹翻盘，你要油不要？陈爷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那边局势混乱，你赶紧撤回来。我不撤，我需要一个合法身份，能去油田视察的那种。30分钟后联系你。师傅，李爹会帮我们吗？这里可是萨利亚，不是国内。放心，李文良最懂大局，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。石油探针近在眼前，赵天恒的事也能解决，这次必须成。李爹的格局打开了，钓鱼佬虽然不靠谱，但这波机会不抓住就亏大了。陈先生、赵先生，你们现在是能源考察特使，我们已经安排车队送你们前往特使馆。太好了，王秘书，辛苦你了。一切定妥，陈也约见幕后黑手哈麦德。陈特使欢迎久仰大名，亲王气度不凡，皇宫上空都有七彩祥云，那是喷泉折射的彩虹啊！陈特使真会说话，里面请。两人见面，互相吹捧了2小时。记者退场后，哈麦德叫住陈，感谢你揭露黑管，你是萨利亚的恩人。亲王，客气话没用，我跟阿米尔的渔具订单黄了，几千万砸手里了，我家几千口人等着吃饭呢。只要你视察顺利，皇家卫队装备全优先你公司。放心，我就是走个过场，油纯度堪比矿泉水。贪财的小人最好控制。老狐狸。亲王真相信他？见钱眼开的投机商，给个骨头就听话，矿区痕迹都清理干净了。接口封死，相关人员已清理，就是模范油田。等他写完赞美报告，送他和阿米尔一起上路。我们拥有最先进系统，每一滴油的流向都在掌控之中。数据没用，我要实地感受。这怕不是来捣乱的，哪有这么勘探的？脸要被丢光了，回去必须打报告。筒子，爹，亲爹，再扫一遍，这个地方肯定有问题。警告：温度过高，频繁高精度扫描将启动过热保护，即将采取散热装置。视察结束了，陈也没有任何发现。完了，BBQ了，黑管到底藏哪了？难道真要空军回去？陈特使别急着走，我准备了记者招待会，说说你的视察感受。陈特使身体不适，招待会改期。刚才还上蹿下跳，找不到茬就装病。检测到非常讨厌的人物哈麦德，请宿主立刻去他家里拉炮大的。提示：真男人从不轻言失败。去招待会可以，但我急需用厕，借你家皇家马桶一用。我有如厕环境挑剔症。师傅牛逼，拉屎都能拉出排面，这里有我服。备车，带他去行宫方便。记者们也一起去，等着他如厕归来。陈特使，请。陈也反锁门，系统热力图弹出，马桶正下方闪烁着红色光点。终于找到了，筒子，你是懂找罪证的，居然藏在马桶底下。多余，速送松土器来，马桶堵了，10万火急。上厕所还要助手，特使金贵，擦屁股纸都是国内特供。师傅要炸厕所跑路，肤浅。待会儿出去记得找王秘书要个雨伞。记者招待会上，哈麦德正激情澎湃地吐槽陈也。突然地面震颤，一声巨响后，黄金马桶被原油顶飞，刚好砸向主席台中央。是石油。我的马桶谁干的？王秘书，你看，我说油压高吧，这是爆管了。谁在我家马桶底下装的黑管？快说！亲王，你这是不打自招啊！承认你家底下是黑管啊！是你，我要杀了你！带亲王下去冷静冷静。叮，任务完成，奖励石油探针1个，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。哈麦德倒台之后，阿米尔亲自上门感恩。我的兄弟，你用神圣法杖感应邪恶，用东方巫术引爆罪证，你是上帝派来的使者。别激动，那是量子力学和物理学，要相信科学。这是纯金鱼竿，只有你配得上。以后你的公司是王室唯一指定合作伙伴，就算卖惨天猴我们也买。这玩意儿钓不了鱼，被鱼啃掉几颗黄金，不得心疼死。殿下大气。事情圆满解决，徒弟赵多鱼却开始借酒消愁了。有什么不开心的？说出来，让为师开心开心。师傅，你是不是瞒着我？我爹是不是不行了？我爹以前从不管我，现在逼我学管理看报表，他是怕护不住我了。唉，瞒不住了。谁说赵多鱼傻？他只是习惯了装傻。我还没给我爹买过好烟，没带他钓过鱼，还气他是老顽固。人这辈子总得自己扛事，就像钓鱼。以前我帮你抄鱼解线，总有一天你要独自面对巨物。但只要我还在，赵氏集团就垮不了。你爹没做完的事，我们爷俩帮他做。师傅，有你在，我就不怕了。筒子呢？你说这人活着是不是永远带着遗憾？宿主，请不要在这个时候突然升华主题。本系统是搞笑类辅助系统，不负责哲学咨询。不过足够惊人的利好消息，或许能创造奇迹。陈也回国第一件事不是休息，不是撸串，而是给李爹打电话。师傅，我去车库看看鱼竿受潮没，今晚睡车库。唉，这对父子。领导，我们回来了，有个事想跟你汇报。你小子又想干嘛？萨利亚还没折腾够，
我能在国内找到未开发油田，帮赵氏集团续命，用性命担保。李爹从怀疑到疯狂，为了能源安全，赌上了自己的政治生命。国内油田勘探那么多次，你说找就能找，这不是开玩笑。我真有办法，只要是沙漠，想让油在哪就在哪。好，我信你。现在就向上级汇报，要是真成了，赵多余的杰出青年，我都给你批了。放心，我钓鱼总空军，但搞事情从来都是第一。陈野在茶室等了4个小时。筒子，你说李爹是不是忽悠不住上面的人，打算把我这只小白鼠给秘密处理了？宿主请放心，根据大数据分析，李文良对宿主的信任度高达98%，剩下的2%是对宿主精神状态的担忧。你才精神病，你全家都精神病。李处长终于回来，满脸疲惫，说为了把陈野的话合理化，自己老脸都豁出去。对外口径是常规地质副刊，这里是西北戈壁，你确定油在这？戈壁和沙漠是老表，肯定行。这地形像聚宝盆，汇聚天地灵气。哦不，有机制。别扯玄学，现在就出发，机场已经准备好了。不先吃个早餐，我饿了。飞机上有压缩饼干，临柜神速。抵达目的地，李处长给陈野微型定位装置和对讲机。地方到了，现在看你表演了。放心，等着见证奇迹吧。陈野走进无人区，走了4-5公里，觉得位置差不多了，插下石油探针。筒子，干活了。提取大地精华需要时间，正在压力机室，请耐心等待。等就等，正好补充能量。虽说李爹无条件相信我，但这无中生油的过程太惊悚，要是让他们看见我往地上一插就喷油，估计明天我就得被送进科学院切片。筒子，这是啥情况？我要石油，你给我召唤蜥蜴军团。原油即将喷发，他们是出来看热闹的。无奈石油没有挖到，却挖来一群不速之客。蜥蜴王带头，陈也被几百只蜥蜴围观鄙视。别过来，莫挨老子！救命啊！领导，咱们这是在等什么啊？那小子一个人进去这么久了，连个动静都没有。绝密任务，耐心等候吧。有些事我也没法跟你们解释。地震来了，是油吗？李文良转头看向陈野离开的方向，远处地平线上卷起黄色尘烟，一个人影在狂奔。领导，好像是陈野，他在喊救命！快去救人！无论遇到什么敌人，务必保证目标人物安全，哪怕是用身体挡，也要把他给我带回来。我不怕枪林弹雨，不怕流血牺牲，但我有密集恐惧症啊！这他妈谁顶得住啊？撤！快撤！兄弟，你们才是真男人，居然敢往回冲！陈野第一个冲进直升机，冷静下来，开启万物亲和技能。这群两脚兽跑啥呢？他们也要挪我？老大说了，地底下有东西要拉了，快跑吧！快，让飞机起飞，升空，快！直升机刚爬升到200米高度，黑色油柱直冲云霄。那是石油，是石油啊！喷的也太高了吧！我的天，这得是多少储量啊！筒子干得漂亮，虽然前面有点吓人，但这最后的场面确实带劲。那是当然，本系统出品必属精品。恭喜宿主成功钓到了一条地底黑龙。李爹，您看，我就说这地方的风水好吧？陈野，你小子真他妈是个福将。那是财富，那是动力。油田的顺利开采让赵氏集团起死回生。官方自投能源基建，这是真的。赵董千真万确，对方说这是官方重点项目，让咱们负责后勤保障和部分基建。陈野，陈先生真是咱们赵氏的救命恩人。3大佬突袭茶房，睡着的无名英雄被围观。你们怎么在这私闯民宅啊？恭喜你啊，陈顾问，立大功了，特意来跟你喝一杯。这是给你的奖励，1等功勋章和特别勤务顾问证件，收好了。陈先生，大恩不言谢，这份恩情我赵天恒记一辈子。多余是我徒弟，我帮他那是天经地义。是啊，多余这孩子傻人有傻福。对了，多余呢？坏了，这傻胖子猜到了您生病的事情，说想自己一个人静静。我这2天太忙，回来又睡死过去了。这孩子不会做傻事吧？多余知道了，他不会。快找人！李文良查到赵多余在跨江大桥，几人上车狂飙而去。筒子，快给我看看赵多余那个傻缺现在的生命体征，他要是敢跳，老子就把松土器塞他嘴巴里。当前目标人物赵多余，生命体征平稳，肾上腺素略高，处于极度亢奋、悲伤的叠加态。没死就行，没死就行。这要是刚榨出油，徒弟就跳江了，剧情也太阴间了。赵叔，小心，这要是多余没跳，您先倒下了，那咱这戏可就没法演了。虚惊一场，胖徒弟不是跳江，是在给老爹献祭鱼竿求长寿。河神爷爷，龙王爷，我把宝贝鱼竿献祭给你，求你让我爹多活几年。多余。爹，我不想你死，我以后再也不气你了。傻孩子，爹还没死呢，只要爹在，你就永远是个孩子，不用长大。
真的？那你别丢下我一个人管公司，我只会钓鱼。爹答应你，一定撑到你能独当一面。风太大了，迷眼。别过去，让他们再哭会儿吧。触发传奇系列任务《生命的奇迹》第1阶段线索：冰原上的精灵，需与赵多鱼共同探索。我就知道，童子你肯定有货，就是这傻徒弟怎么忽悠他跟我去冰原啊？赵天恒突然向后倒去，陈烨敏捷地冲上前拖住他，几人匆忙送他去了医院。赵先生最多还有3个月时间，建议保守治疗，至少能让他走得体面些。不可能，医生，你再想想办法，多少钱我都花。多余，别为难医生了，生老病死，人之常情。多余？其实我不是普通人，我是天选之子。师傅，你说啥？极北冰原上有冰原精灵，得此精灵者，可向阎王借命，但必须由至纯至孝之人陪同。你就是那个人。真的？只要能救我爹，让我干啥都行。陈烨想了100种偷渡去北极的办法，最后都放弃了。他这个钓鱼佬体质，为了世界的和平，还是走最正规的程序吧。喂，陈爷，有事？李爹，没事就不能关心你？有屁快放！嘿，李爹，其实吧，我想去钓个鱼。钓鱼在江陵钓就行，找雷鸣也行。这点事还打电话？不是，钓点有点远，就在北极，顺便给我徒弟他爹找个偏方。行吧，有支科考队要去北极黄河站，我安排你们以顾问身份加入，名义上搞海洋生物采集。李爹威武，保证不搞事。陈烨跟随科考队到达北极黄河站之后，被顾岩教授紧急叫到会议室开会。顾教授可是极地冰川泰斗，就是脾气像茅坑里的石头，又臭又硬。顾教授，上面安排的特别顾问到了。乱弹琴，科考队不是公费旅游的地方，栽2个关系户来添乱。大家好，我叫陈烨，这我徒弟赵多鱼刚空运过来的新鲜水果，大家尝尝，不用客气哈。你们就是特别顾问，懂冰川、洋流、气象学吗？会开直升机吗？都不会。那你们来干什么？这里不需要废物。有句话叫术业有专攻，科学我是不懂，但钓奇怪的活物，哪怕藏在几千米冰层下，我也能钓上来。我看你就是最奇怪的活物，外面零下40度，我倒要看看你能钓出什么来。就怕钓上大家伙，你这船载重不够。跟随科考船继续进入北极圈作业，这师徒俩又开始偷搞事情，准备投放深海环境监测前标，无关人员留在舱内。陈烨、赵多鱼，谁让你们出来的？教授，我们是来学习的，为了科学，我们不畏严寒。别捣乱！传奇任务：生命的奇迹线索刷新。来了！冰原精灵特性1：长寿。长寿，看来是条老古董鱼了，这可真有意思。陈烨脑海画面，一条大鱼站立着，拄着拐杖，白胡子、白眉毛、老花镜，怎么这么像顾岩？顾教授。陈烨为了找冰原精灵线索，找科考队员林小小打听北极长寿生物，主打一个捡重点，气烦鱼。小小妹子，北极有没有那种活了成百上千年还比较神秘的生物？有啊，格陵兰睡鲨能活400-500岁，还有北极蛤，最高活了507岁，叫名。蛤蜊钓着没意思，太没手感。有没有更神秘的？比如长得有灵性、难发现的？都市传说里有长人腿的白色巨兽，北极这边没听说过。还有灯塔水母，理论上永生，但太小了。都市传说，这才对味。系统指定的精灵肯定不一般。这画面挥之不去，我看顾教授越看越没味了。林小小的科考小队在外作业时，遭遇到极地特大暴风雪突袭。顾教授，我们和3号小组全部失联了，最后信号在15公里冰架边。现在暴风雪这么大，出动救援太危险了。顾教授，听说小妹子失踪了，我申请前去救援。我擅长找东西，不管是鱼还是人。别开玩笑，回房间。我们体质好，没人比我们更合适。你有把握？相信我，我有运气，我一定把人安全的带回来。12级暴风雪中，师徒俩顶着风雪赶路。师傅，风雪太猛了，我们这样走会迷路的，到时候咱们装逼装过头，还耽误救人。靠量子纠缠定位，小小他们的设备和咱们的装备有磁场共振。师傅牛逼，量子路亚，幸好有系统，不然真得迷路。历经2小时，师徒俩终于找到失联小组，可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师傅，这北极熊太大了，你扔个松土器，吸引它注意力，注意别炸身上了，我们要保护动物。师傅，我怕它拍死我。你这身膘够它啃，快去。熊大，看这边。陈烨乘机抽出定海神针一甩，勾到冰缝，刺溜一下滑了过去。小妹子，抓住抓钩，扣在安全带上。成哥，小心身后。冰层大破裂，在向陈烨等人地方快速蔓延。赵多鱼急得上蹿下跳，吓跑了北极熊。冰层突然大破裂，陈烨等人逃到安全地方后，
陈野用定海神针当地钉，快速搭起帐篷。陈哥，多亏了你们，不然这次我们都死在这里了。你们这回怎么独自深入这么多啊？太危险了！我们本来是追踪一个奇怪的低频生物信号，结果遭遇暴风雪。不过在坠进冰缝之前，我们看到远处有发蓝光的巨大物体。蓝光巨大物体，难道就是冰原精灵？那物体有什么动静？很大，可破冰层，能听到很沉闷的心跳声，还发着蓝光，一晃就不见了。难道之前的冰层破裂也和这个巨大物体有关？后半夜暴风雪停歇，北极光出现，陈野外出透气。完成 S 级救援事件，获得积分10000点，传奇任务线索刷新，冰原精灵特性2，长寿 Plan。这玩意儿到底活了多久？蓝光、具体、低频心跳，肯定不是普通鲨鱼隔离，是小妹子吗？请进。哎呦，这表情是要表白？完了，我可不想被科研绑住，绝对不能答应。小妹子，你要是不舒服，多余那有部落分。陈哥，我想请你陪我再去一趟冰架区域，我想搞清楚那个生物信号是什么。哇，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是爱情呢。陈哥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说没问题。不过我们得约法3章，外出一切行动听我指挥。另外，要是发现了大家伙，也得听我的处置。都听陈哥的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这下能找冰原精灵的线索了。众人再次前往冰架，在路上，林小小发现沿途的观测站设备都被人破坏了。这是谁干的？液压钳的痕迹，还是工业级的。这北极还有其他外人敢在我地盘搞事，看我不把你调出来！陈野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小妹子，别急，我这就把破坏观测站的凶手给调出来。陈野启动系统雷达，发现水下有个深红色光点，判断是危险目标。陈野决定把目标调上来。强力磁吸抓钩触发，吸附目标重量3吨，目标试图逃逸。多余，快抱住我，把鱼竿当支点。赵多余冲过去，将自己的鱼竿插进冰缝，扣锁2根鱼竿，坐在冰面上，双脚蹬住岩石，抱住鱼竿，前进坠。师傅，稳住！师徒2人合力，冰面被拖出2道深沟，一番极限拉扯，水下目标终于被拽出水面。众人一看，猛啊，这哪是鱼，分明是一艘潜航器。陈哥，这就是你说的鱼？怎么不是？能潜水，有鳍，有尾巴，就是条硬核铁头鱼。多余，拿撬棍。需要办理海鲜入境检疫吗？偷吃我的窝子要付出代价哦。多余，给国际友人科普一下和平科技的待客之道。师傅，搞定！陈野，你真是个神人啊！成功调获非法潜航器，传奇任务线索刷新，冰原精灵特性3，长寿 Pro Max， 特性已全部解锁。神经病啊！这玩意儿到底活了多久？陈野正发愁系统给的线索毫无实质帮助。林小小发现潜航艇样本舱内有大量冰藻样本。陈哥，被捕的特工招供了，说冰湾深处有蓝色幽灵守护冰藻区，靠近就会有低频震波。冰原精灵、冰藻区、低频震波，这仨指定有关系。用冰藻打窝，说不定能把这幽灵诱出来。3人吭哧把冰藻全倒进海里，主打一个诚意满满。结果呢？等了4小时，连个鱼泡都没冒。筒子，这冰藻不管用啊！看来只能祭出我的竞技武器了，希望别搞太大动静。陈野掏出了压箱底的打窝宝，直接干到唐僧肉模式。哇，这也太壮观了！饵料到位，大鱼自然来。一头6米长的格陵兰睡鲨被吸引而来，开始大快朵颐。就在睡鲨进食时，一团巨大的半透明蓝色胶质物缓缓浮现。提示：冰原精灵出现。师傅，这玩意儿长得跟驼成精的万能胶似的，咱真要钓？陈野信心满满抛竿，结果尴尬了，钓了3回钩子，直接陷进胶质物。这玩意儿是个套娃，核心肯定在里面。换微型钩，微型鱼钩出马，精准穿透粘液层，钩中核心钓上来了，就是它。恭喜宿主成功垂钓冰原上的精灵变异海天使，可提取能冻结癌细胞的特殊毒素。小家伙，你是自己出点血，我放你回去，还是你想换个实验室新家待着？师傅，你跟他说话，他能听懂吗？我们都是1000年的狐狸，就别谈聊斋了，赶紧的吧。冰原精灵点点头，陈野拿出准备好的瓶子，快速放点血，然后把冰原精灵放回水里。你爹有救了！冰原精灵的血到手了，抗癌神药钙